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信仰、社会和货币。这三个概念看起来好像不太相关，跳跃度很大啊。其实它的关系度还是蛮大的。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包括货币制度。那有怎么样的货币制度，最终它还会改变这个社会，包括经济状况，包括政治状况啊。然后最后呢，有怎么样的社会会反过来影响到教会。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打转的世界啊。我们今天就拿美国做一个例子来分析这里面复杂而又简单的过程。要认识一个社会的演变过程，最好的方法是从它的货币入手。大家都很喜欢美金啊，人见人爱，超过上帝。美国人如果跟你说人人都爱死去的总统，他并不是在说人人都喜欢林肯或者华盛顿啊。Dead president 它是指美金啊，因为美金上印着总统。我这里列了一张图啊，这张图展示了美国美元购买力的变化趋势，是从1913年到2020年。它这里标注了几个关键的时间点。这一张表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美元是越来越不值钱。它是怎么不值钱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想来探讨的。和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可就大了去了啊。这张图标的起点时间是1913年。为什么用这个作为起点呢？因为在这一年之前，美联储成立了。这个时间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讲美国联邦的困局那一集里曾经讲过1913年是个什么日子。1913年很关键啊，对美国来说，这一年美国国会获得了联邦征税权。结果第二年一战就爆发了啊，最高税率一下子给干到了 77% 啊。那么联邦储备银行的建立和联邦征税有没有关系呢？你如果问任何的 AI， 它都会告诉你没有因果关系啊。AI 最擅长的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我们暂时不去管它啊，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看到最后，我们就会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圣经说万事相互效力啊。我们先来看这张表格，联邦储备法案创建中央银行，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啊，其实就是类似于中央银行，赋予它类似于中央银行的职责，就是让它管理国家货币的供应能力。这就标志着美元从金本位制开始转向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开启了美金贬值的大门。但是真正彻底的贬值是要到他们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的。我们先大致的过一下这张表上的几个关键点呢。其中第一个关键点呢是1929年10月24日啊，这一天股市暴跌，最后酿成股灾啊。股灾它只是一个现象啊。但是后来呢，意想不到的恐慌情绪居然席卷了全世界，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衰退。我们在讲德国的时候曾经讲过啊，它甚至影响到魏玛共和国。这一场大衰退整整持续了20年。一个股票交易日的现象，它怎么会导致这样的衰退呢？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展开的很广啊。我们在今天的视频里时间有限，我们不会展开的太深啊。反正从图表上看，在股灾之前，美元的购买力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个急剧下探的箭头。然后时间继续向前走啊，走到1933年，这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任，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中，他用改变政策、推行新政啊，把它作为口号上了台。
人在困境中总是想改变这个是罪人的常态啊。婚姻不好那就换个配偶；成绩不好换个学校啊；生活不好换个国家；工作不好换个单位啊。美国人民也一样经济不好怎么办？换个总统试试啊。总体而言，罗斯福的经济政策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提倡大政府统管一切他一上台呢，就做了一件非常强硬的事情，就是将黄金私有制定为非法。在美国，个人不再允许持有黄金，家里的黄金全部得用一个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黄金，历来在任何社会中，黄金都是硬通货这一下子在美国，它首先就不硬通了如果你强行保留黄金，那么这个会是监狱直通车黄金归国有，然后你还得去坐牢黄金一旦收归国有，它就结束了美元和黄金的直接联系，这就为下一步完全放弃金本位制铺平了道路。虽然这个过程还有差不多40年但是这个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从那以后呢，美元价值开始下降。过了11年时间到了1944年，这已经是二战之后了这一年呢，布雷顿森林协议被签订。布雷顿森林协议它确定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的国家的货币呢和美元挂钩。在这一时期，美元的购买力依然是缓慢下滑的。时间走到了1971年，尼克松上台之后，结束了金本位制，美元完全转成法币，黄金标准就被废弃了，货币不再与黄金挂钩这样呢，就导致了货币供应量增加，购买力开始显著下降。再接下去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到了2008年，由于房地产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元的货币政策施行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就是我们知道的 QE，开始大量印钞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货币供应，这样呢就进一步削弱了美元的购买力就像池子里灌了太多的水，通货膨胀简直了那到了2020年，同样的剧情借着新冠疫情再一次上演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到 53.8万亿美元，占历史上所有美元的 20%， 美元的购买力降到历史最低点2020年1美元仅仅能够买到1913年的 0.04 元的商品。这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可以算一下人民币到底毛了多少倍大家可以仔细算一下。我们今天呢，就从金钱的贬值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世界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大家放心我肯定不是给大家上经济学课程我们所有的一切思想我们一切的努力都单单只为福音服务这是我们的基调，也是我们看待这些问题和别人不一样的视角。社会运转需要用到钱，人的生存也需要用到钱。钱是中性的，并且作为一种流通方式，并不是人类自己发明的，而是上帝交给人类的。我们为什么知道呢？我们翻开圣经上帝在介绍伊甸园的时候，他特地提到那地的金子是好的。人类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管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不管有没有圣经的启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有建立流通货币的习俗。那这个习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真的是从进化来的呢？不可能，对吧？你看看猴子就知道了。
同样，它也不是商品发展的需要啊。马克思告诉你是商品发展的需要，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像所有的民族都有大洪水的传说一样啊，很多关系到人类的生命的基本问题，或者人类社会关系性的问题，全世界都是有共性的。也就是说，全世界都是从亚当那里领受的。大家都有神话啊，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神话，这些神话关于人的被造起源啊。只不过有些神话里面你是被希腊的神造的啊，有些呢是被什么女娲造的啊，而且各种神话里面都有死后的天堂、地狱的概念，而且各种文化里面都有做好事就能够上天堂这样所谓的善恶之分啊，而且都有所谓的什么做好事有好报的因果概念。可见人类社会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啊，钱也可以算是其中之一。上帝是创造的上帝，并且他创造了有关系的人类。人不仅和他有关系，人和人之间也有关系。那么金钱就是处理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媒介。那既然是媒介，你把它放在媒介的位置就比较合适。但是你如果把它当成上帝，或者把它当成比上帝更重要的，那就不太合适啊，那就是拜偶像了。最早的政府运转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我们要明白一点啊，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国家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现代意义的政府是在1648年之后才逐步开始形成，还要花上50年，它才能够有今天意义上的政府啊。英国的金本位是牛顿搞的啊，在金本位时代，税收是政府开支唯一的来源。这个就像是一个家庭啊，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啊，钱多呢就置办一些家具家电，改善一下生活啊，钱少呢，钱少就不买了啊，保证吃饭就行。政府也一样啊，政府的存在在清教徒传统里，政府应该是最低配置的模式啊，就是必要的事情才交给政府，比如说惩治罪犯啊，比如说地方保护，包括经济行为的统一标准啊，比如说货币政策呀、合同法呀，还有一些司法约束啊，你保证大家的法律是一样的，并且要保证法律可以得到实施啊，保证法律能够强制执行。只有这些东西呢，需要用到政府啊。那么到联邦运动的时候啊，有些政府权力呢就让渡给联邦政府，比如说联邦它要统一货币和经济政策，然后呢对外啊统一对外，它要有军事行动，这些都是联邦的责任。那假设啊，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一切都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和外面的外交也很正常啊，也没有战争啊，对内也没有饥荒，也没有大的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政府的开支它是可以被预测到的，也就是说是可以预算的，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罪人的世界，它不是追随至高的上帝，而是追随自己犯罪的内心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世界就很复杂了，对吧？那么当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的时候，人的欲望就控制不住啊。比如说，你为了买个手机，你可以去卖个肾啊，对吧？那是因为他借不到钱啊。如果他能借到钱呢，人是愿意通过负债来提前享受更好的生活，这是罪人普遍的思维状态。生命无常，享受为上啊！我要是明天就挂了，那我欠的债就不用还了嘛，那欠债就等于赚钱了嘛，对吧？因为生命有终点了。那么你要这样想啊，由罪人组成的政府，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罪人的个体有两样吗？没有，对吧？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啊，政府也是罪人组成的。那么政府呢，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啊，我想提前为人民办好事啊。
那么如果碰到极端的事情，比如说战争、饥荒，那政府钱花光了，他也不能躺平啊，对吧？他必须要应对危机。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当国家遇到危机的时候，往往个人的情况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你还想多征税？不行啊！我个人我都需要政府的帮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政府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这种张力就会产生。政府应对危机需要钱，他首先想到要加税。但是我们呢又不想让他加我们的税啊，我们自己过得也很困苦。我们在联邦的困境那一集里讲过这个过程呢。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一战的时候，它是怎么样一路飙上去的，对吧？当这种危机持续性的发生的时候，那么民众他同样需要帮助，他当然都会非常反对这样的随意性啊。这个税加上去容易，但是你要减下来的可能性很低啊，对吧？有的时候你加着加着，地主家也没余粮了，怎么办？那就想办法。所以呢，最后呢，民众就会同意政府发行国债，你不用马上缴税啊。但是政府呢，马上就有钱花啊，这个方案比较容易通过。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过殖民主义那一集，讲过英国政府那个时候居然要向东印度公司借钱啊，其实这个就是国债啊。所以一直要到现代政府才开始有国债。所以现代政府运转资金的两大主要来源啊，两大主要的来源，当然还有其他来源啊，但是最主要的两大来源，一个是税收，一个是国债啊。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国债它同样是税收啊，只不过是你晚一点征收而已。所以它本质上就是政府运转需要钱，这个钱呢来自于人民啊。但是国债的起源啊，它可不是现代政府的杰作啊，国债其实一直都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3000年。根据现在的考古学发现啊，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当时的政府为了打仗啊，或者说他有的时候为了解决灌溉的问题啊，解决水利的问题，或者说国王的宫廷开支啊，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庆典，这个时候呢，这些国王他会向有钱人借钱。那么国王借钱的那些有钱人，要么就是商人贵族，要么就是当地的神庙啊，神庙往往是很有钱。而且他借的债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纸币啊，它是实物，比如说谷物啊、牲畜啊，或者是一些金属货币啊。他们会把这些具体的内容记录在粘土板上啊，类似于今天的借据。有记录的最早的粘土借据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国王借的，在公元前的2112年到2004年存在的这个王朝。乌尔这个地方大家熟不熟悉？对了啊，就是上帝把亚伯拉罕招出来的地方，乌尔啊。亚伯拉罕就是当地的大商户啊，不知道他有没有钱借给国王啊？如果他真的有钱借给国王的话，那他搬家到应许地，估计国王挺开心的啊，债主走了。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雅典曾经也在战争时期向他的自由民进行过公民借贷。它这个形式呢就比较现代了啊，它是发行公共债务凭证，承诺以未来的税收来偿还。债务呢是由国家担保的，利率最高可以到12%，这个算是比较接近现代意义的早期国债。到罗马时代啊，到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呢，罗马卷入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啊，就是布匿战争。所以他在战争时期呢，向比较富有的军事贵族阶层进行过借贷，这也是一种国债形式的。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皇帝奥古斯都
正式设立了国库啊，它是通过发行国债来稳定财政。因为罗马是一个军事帝国啊，它如果遭到军事入侵，那临时要筹集资金就比较难，时间上来不及啊，再加上人心惶惶啊，就算有钱，人家也不一定肯借你啊，所以呢，他就认为只要国库有钱啊，心中就踏实，他就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所以呢，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啊，因为借给国家嘛，那总是比借给隔壁家老王要靠谱啊。所以这个是最早的国库形式。到中世纪的时候啊，西罗马地盘上的国家形式没有了啊，它都变成封建体制了。封建体制的一大特色就是只有王没有国啊，所以这个时候只有王债啊，没有国债，人人可以发债啊，只要有人肯借你钱。所以这个时候国王发债其实和民间借贷是没有啥区别的，只要你借得到啊。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债，其实是在12世纪的时候从意大利开始兴起的。12世纪我们知道，12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情是什么？十字军东征啊！十字军东征呢，是从意大利出发的啊。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是十字军东征的上船点啊，都从这里上船，然后去应许地啊。这样呢，这两个城市需要大量的船只啊。那造船可不是一笔小钱啊，没有人有足够的钱来建船。当时的船的需求量又很大啊，因为十字军当时浩浩荡荡的啊，一波又一波，所以这对这两个城市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赚钱的良机啊。这样呢，就需要筹集资金来建船，而且这个时候地中海上的贸易也相当的活跃。我们在讲那个教会历史的时候特别讲过啊。你要想啊，一打仗，商人就要跑，对吧？所以很多东西它本来藏在家里的阁楼板上的，这下他都得拿出来卖了，换钱走人啊。再加上十字军东征呢，也确实从东方带回很多商品，这样呢，也使这两个城市迅速的靠转口贸易发家致富啊。所以大家一看，哎，这个情况不错呀，大家一起筹集资金做生意呀。所以呢，他们既有能力赚钱，也有能力借钱呢。而且这个时候吧，威尼斯和热那亚它不是封建制度啊，他们的形式，政府形式更像是共和国啊。我们在讲教会，讲欧洲美术史的时候也介绍过威尼斯啊。所以这些城邦共和国，它就公开发行公共贷款。由国家的税收来担保，比如说它有些是用盐税来担保的，利率呢是5%，还允许自由转让啊，这个形式呢就和今天的国债非常相似。国王借债呢，这个在欧洲封建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比较有名的两个，我们在讲欧洲历史的时候都介绍过，一个英国，一个法国啊。法国、英国这两个，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赖账嘛啊。英国的无帝王约翰，他老想着和法国打仗啊，他要拿回法国欠他的一个王冠啊。但是打仗缺钱，他就要征税。结果被教会和贵族摁在那里签了大宪章啊。大宪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未经同意不能随意征税啊。从那以后呢，那英王亨利三世他就只能向犹太人或者意大利的银行家去借贷。这些债务他是个人担保的，那风险相当的大，对吧？国王借钱他是用来打仗的，或者说他是用来宫廷生活的。但是同时呢，国王又不能随意加税，那他拿什么来还呢？如果他借钱去打仗那还好说，对吧？至少赢了还有战利品啊，要不就是有新的领地，要不就是有新的财富啊。但是风险依然很高啊，依然是50-50啊。那如果是用借的钱来生活的话，那就惨了。
你想想看，一个国王他都需要借钱过日子了，他能拿什么还？他又不能随便征税，对吧？那就相当于他还款全靠寅吃卯粮啊，那风险几乎是100%。但是欧洲这么大，对吧？信息差还是有的嘛。所以英王向意大利银行家借款，后来赖账以后，把佛罗伦萨的2大银行全部拖垮了，间接拖垮了半个欧洲啊。所以这个事情搞得还挺大。国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可以提供流动性啊。这个和企业是一样，企业你资产再多，你没有流动性，最后也得破产。一个国家也一样啊，你要是没有流动性，哎，那就很惨了。国王就要上断头台啊，路易16就是这么上的断头台，他就是缺少流动性，他又借不到债啊，所以国债很重要。真正有现代意义的国债发展在荷兰和英国。我们在讲欧洲历史的时候讲过荷兰的独立战争，当时打仗需要钱，所以在1580年的时候，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政府就发行了年金债券，它是用税收担保的，有6%到8%的利率。到了160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发行股票，这就奠定了公司债券的基础。这个不是国债，这个是公司债啊。到了1648年之后呢，宗教战争基本上打完了啊，大家都签了威斯特法利亚合约啊。这个时候呢，荷兰的国债市场也成熟了，它就有了国际买家。现代意义上的国债，它作为一种制度啊，真正的被确立是在英国。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的目的，它就是为了给国家融资啊。这个时候时间点，我们看一下1694年啊，这个时候英国已经光荣革命了啊，已经君主立宪了，他已经是虚位君主了。这个时候呢，法国老是想着要来复辟天主教啊。当时的威廉3世为了对抗法国，他就要为战争进行融资，所以英格兰银行名义上的老板是国王啊。政府呢发行了第一批长期国债，总额是120万英镑啊，利率呢是8%，由银行管理，然后呢用税收来偿还。这是中央银行支持下的国债体系的开端。到了1751年，英国通过了债务巩固法啊，将短期债务整合成为一个叫做巩固基金啊。这个时候利率呢把它降下来，降到3%啊。这个标志着国债现代化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美国也一样啊，美国国债的历史呢是和美国国家的历史几乎同步的哈，因为它为了打独立战争，打仗需要钱，对吧？所以呢，大陆会议就发行了大陆币啊。后来还因为超发，它还贬值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后来呢，1790年第一批联邦国债发行啊，是用来偿还之前的战争债务，重新建立国家信用啊。第2年呢，他为了规范国债的管理，他还成立了第一银行。所以看到没有，这2家银行它都是为了国债而设立的。我们梳理过国债的历史，就明白国债和战争那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啊。大部分国债是和战争有关的，为了规范国债才产生银行。所以银行天然就是为国债服务的。那个时候啊，民众没有多少钱，还没有多少闲钱存在银行。而且不要说银行，就连证券最早它也是国债的另外一种形式啊。只不过后来个人企业、个人债务跟进了啊，那证券市场慢慢才扩容和成熟。后来成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场所。在美国呢，国债成规模，它要到18世纪之后。那个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带来了非常成熟的工业产品，
那么人呢就是这样的啊，一看到有好东西就想买了，对吧？如果没看见那也就算了，如果有的话，那心思意念就被激活了啊。社会也一样啊，工业革命带来好的工业产品，这样呢就使基础建设可以成为可能。基础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资金啊，那政府的支出那就完全控不住了啊。特别是1840年到1860年这20年里面，美国迎来了一个特别的时代啊，这个叫做移民潮。欧洲整整有将近500万人移民美国，那移民进来了，你就涉及到基础设施不够用啊，移民来了还要住房子，那就涉及到房产建设，还有学校教育啊，你小孩子要读书嘛，这些都需要用到钱，那国债就成为财政的工具。那政府一旦可以借钱那么政府总是想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显得政府挺有能耐，对吧？那个时候的国债主要是用在哪里呀？那个时候美国可没有打仗，对吧？那它主要是用在基础建设还有一些公立教育运动啊，比如说1850年的时候，马萨诸塞州有一个专门的拨款专门用来建学校的。还有呢，几乎是同时当时有一个运动教会也有，应该说是教会发起的叫做社会福音运动。在1820年到1920年这整整100年之间在这一场社会福音运动中，政府花钱建公立学校那一下子呢就把那些家庭教育的目光给吸引过去了。再加上当时同时还在推女权运动女人要投票权，对吧？那这样呢，美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呢，都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公立教育和社会福利我们这样就能明白1913年美联储成立的时候，它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呢，就趁着讲国债这条线，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段时间美国的社会和信仰背景，帮助我们认识到今天的美国为什么会这样。讲历史，我们一定要追溯前因后果我不能单单的拿一个切片过来看，片段的历史都是不完整的。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直往前追溯，对吧？没完没了的往前追溯虽然我们老是说宏观历史观，但是也不能宏观到亚当那里，对吧？所以我们呢，大致要找一个时间点，我们从这个点开始讲，大致能够把这个阶段性的历史讲完整就可以了。我们今天选的时间点呢，就是1848年1848年是欧洲比较动荡的一年。这一年在爱尔兰其实这一年日子不好过，因为它从1845年开始，爱尔兰就发生了土豆的黑霉病，导致土豆欠收。爱尔兰这个地方比较独特，爱尔兰它的耕种方式是在外地主制。什么叫做在外地主制也就是说地主他是不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的，他们大多数是住在欧洲或者住在英国，土地呢都是用第三方管理收租的形式来种植的。这样呢当地的农民他就像打工一样他连老板是谁都不知道反正就是按时交租所以农民他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既然不是所有者，他就很少去研究改良土地，也很少研究什么多样化种植最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懒惰的种植方式，就是长期的种植单一品种，很少有创新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一旦土豆黑霉病爆发，那这个社会几乎没有抵挡那个饥荒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大家全部种土豆要病大家一起病在1846年这一年，土豆减产了3%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甚至这个情况恶劣到什么程度，就是第二年要种土豆的时候，你连一个健康的土豆的
做种子的那个土豆的块茎你都没有，几乎没有办法播种啊，那就更加没有产出。所以它这种饥荒它是会延续好多年呢。到1848年的时候，比1841年人口已经减少了250万人。不全是饿死的啊，没有这么多人饿死。其实是200万人成为难民，离开了那个国家啊，还有一些是自然死亡啊。但是整个绝对人口下降了250万，而且当时的爱尔兰，它还是英格兰的一部分。本来呢，它就因为宗教信仰和英格兰是合不来的啊，因为爱尔兰它是以天主教为主的。那于是呢，相当一部分人就逃走了啊，逃难去了北美啊，去了加拿大啊，北美和加拿大都有，大部分还是去了美国。爱尔兰人的逃难啊，他为什么舍近求远呢？他为什么不去欧洲大陆，他要跑到加拿大、跑到美国去呢？那其实这里面也有很深刻的原因啊，他不是不去欧洲大陆啊，确实也有去欧洲大陆的，但是当时欧洲大陆他自己也不消停啊，在1848年之前的整整50多年。法国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啊，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啊，把整个欧洲王室基本上全部干趴下了。革命运动在欧洲此起彼伏啊，各种势力都很骚动不安，人人都想改变，但是人人又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变呢？反正我们就是想推翻旧制度啊。但是我们应该走什么制度？不知道啊，反正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啊。但是你问我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整个欧陆都处于这样的一种迷茫和试错当中。法国大革命我们在欧洲历史中讲过了啊，我这里就不用多讲了。只有一个字啊，就是惨啊。如果2个字，那就是很惨啊。在这一波动荡的时代潮流中，德国其实也非常惨了。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德国它这个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是一个市战之地，也就是说它东南西北啊，四面全部都和其他国家接壤，所以哪里的思想都能够影响到它啊，哪里的军队都可以侵犯到它。法国大革命呢，导致很多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人逃难进入了德国，德国的社会稳定性就大大的受到影响了，几乎产生崩溃。当时整个欧洲的经济都陷入了危机啊。1845年开始，德国连续3年农作物欠收，土豆的欠收率高达70%啊，粮食同样出现危机，社会骚乱它就不可避免啊，只要一缺粮了，那民间肯定是不消停的。法国它其实也是粮食危机开始导致革命极端化的啊。在1848年的2月份啊，法国爆发了2月革命啊，推翻了7月王朝。法国其实这50多年来，它一直在各种革命啊，各种推翻啊。但是这一次推翻呢，就大大的鼓励了德国的革命者啊，再加上逃进德国的那些法国进步人士在里面的推动，他们就趁机在德意志邦联每一个州啊，几乎是每一个州，在38个州里面都爆发了革命。他们的诉求呢很简单啊，我们要民族统一啊。那个时候德意志是邦联嘛，它主要是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主导的，它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形式。所以他们在想，哎呀，法国已经这么乱了，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统一的民族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诉求就可以得到一些回应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应对这些外面国家的不动荡那个不确定性啊，因为他们太动荡了。还有呢，他们要求民主改革啊，要结束封建制度。
他的矛头直指当时的容克贵族。在法国啊，法国贵族要不就跑了，要不就被砍了啊。所以在法国，号称人民可以做主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对吧？那其实最后人民还是做炮灰啊，这个他们就不知道了，对吧？因为左派嘛，左派只要口号好听就行了，口号动人，你只要喊得足够响，那世界上总有20%的傻瓜是会上当的啊。这里面具体的过程，我们在教会历史课里讲过了啊，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我们只需要明白一个时间线啊。这个时候，德国的神学是什么？是自由主义神学。它的学术之风是什么？是推陈出新啊，就是后浪一定要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啊。这一股风气，它一定会烧到社会上。神学是一定会影响到社会的。神学可以有突破和创新，可以对圣经进行各种批判，那么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可以呢？社会传统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那就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批判一下啊。当时呢，维也纳学生和工人的暴动也很厉害啊，他们和军队产生了冲突，死了200多个人啊。这样呢，就迫使威廉4世承诺要进行改革。于是，他们真的开始了啊，在3月31号，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成立了啊，他们试图要起草宪法。我们只要记住啊，法兰克福这个词啊，法兰克福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经历了这一次制宪啊，所以这里的学者就特别的进步主义，特别的自由主义啊。这场革命，这场德国革命，它并没有成功，但是这个革命的思想留下来了，后来就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在社会改革上是持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人的看法，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去看呢？是用精神分析法，对啊，就是弗洛伊德那一套，心理学的那一套。对待圣经，他们是怎么样的？是批判理论啊，高等批判。这些人呢，在2战期间就流亡到了美国。后来入侵了美国的高校和政治啊，对美国2战之后迅速的自由化和持续的左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一波人在1848年的制宪会议失败之后，第一波人就已经逃亡到美国。所以我们看到没有，这个第一波去了，后来2战之后第二波去了，对美国形成深刻的影响。这场革命呢，它有点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一个微缩版啊，当然它没有法国大革命那么惨烈啊。法国大革命是国王死得很惨的，他们还好。1849年呢，法兰克福议会起草了帝国宪法，他提议要君主立宪啊，然后呢要有一个方案，这个国家的方案是小德意志方案，就是排除奥地利啊。然后5月18号议会开幕啊，有600名代表讨论啊，主要是中产阶级。但是结果呢，和法王路易16一样，然后会议一开，妈呀，你面对的全是乌合之众，接下去讨论的情况，它就迅速变得不可控制，所有的议会的商量都根本没有办法展开啊，人家根本就不听啊，议会呢也没有执行力。当时的农民和工人啊，都嫌弃改革太温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啊。他们的要求改变的是什么？是土地的再分配。这怎么可能，对吧？后来呢，这种就越闹越离谱啊。这种闹剧后来遭到了军事镇压。那法国就是军事镇压没成功，然后所以后来就波及开了。德国幸运的是，他们成功了啊！所以到1850年，德国恢复旧秩序的时候，在这一波革命当中，非常激进的那些人，他们都表示不满啊，他们就移民去了美国。这一部分人大约有5万多人。
这一年的法国日子也很难过啊，当时的社会情况非常糟糕。2月革命推翻7月王朝，建立了第二共和国，但是政权的更替并没有解决民众的经济问题啊。民众的经济问题就是我们要面包啊。当时法国小麦欠收，产量减少了1/3，面包的价格上涨超过50%。在1847年的时候，失业率高达15%。巴黎工人平均每周的收入从10法郎降到了6法郎，所以城市工人阶级非常不满意啊。农民还是吃不饱饭，农民占法国所有人口的70%以上，这样呢就导致农村骚乱了。这个时候离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我们要吃面包"已经过去50多年了啊，他们一直在革命，但是问题依然存在。7月王朝的选举制度呢，是限制在24万富人里面的啊，只占总人口的0.7%。我们要理解一下选举是干什么？选举是选举官员，这些官员做的事情呢是决定财富如何分配。那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财富的人，那你当然就没有投票权，对吧？否则的话，那我家的钱还要让马路上的流浪汉来决定怎么分，那我怎么可能有保障呢？对不对？但是流氓无产者他不是这么想的啊，他们最喜欢就是分别人的钱呢。这个时候法国人几乎是没有信仰的啊！不要看他们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特别是那个时候的法国天主教，他们是不读圣经的，他们只做弥撒。那法国人就不知道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他不知道上帝的规定的秩序应该是怎么样的，什么顺服掌权者不存在的啊！那个时候的人呢，暴力、饥荒、贪婪，把人性的极恶全部都释放出来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君主制啊！你会看到巴黎的丝绸工人和律师协会联合起来了，这完全就是两种人，好不好？对吧？而且呢，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当时的社会因为贫穷和无力感，这样呢，就使大批的工人加入了工会。那工会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那就非常迅速的聚集起来。这种社会动荡的结果，后来就导致1848年的路易拿破仑上台，到1852年建立了第二帝国。到这个时候，他的普选权扩展到900万男性。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穷人终于可以瓜分富人的钱了。这就导致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就是大批的中产阶级他又开始跑了啊！当时唯一可以跑的地方就是美国啊，所以1848年到1850年，大约有10万人移民到美国。我们看到这些欧洲国家，他们的1848年，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历史的巨轮已经开始在转动，慢慢的要碾压到美国来了。虽然他们都是受到1846年到1847年的经济危机和1848年的革命浪潮所驱动，有些呢也是粮食欠收和失业引发的社会动荡。但是他们都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甚至法国2月革命直接激励了德国3月起义啊，它前后都是有关联性的。但是他们之间的结局非常不一样啊！法国革命成功推翻了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了，他有战斗经验了啊，有巴黎公社的雏形了。那虽然它很快又转为帝国了啊，德国革命呢，因为容克贵族相当的强大啊，最后它是用军事镇压，最后让这个革命失败。但是不管他们的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反正我们看到欧洲啊，法国革命向全欧洲出口的民主理念已经基本上成功了啊。
德国呢失败了以后，促使了他的移民潮。所以看到没有，法国的革命输出了他们的革命理想，德国的失败促使他们的移民潮，这两者共同塑造了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格局，甚至最后会影响到美国。差不多同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国家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这里的移民的原因就比较复杂，前后的时间呢也比较长啊。这些国家就包括瑞典、挪威和丹麦。它的原因啊，主要还是和机械化农业有关系啊。在19世纪初，英国、法国、德国的机械化农业取代了很多的手工劳动。到1840年到1850年之间，这个10年之间，欧洲的农业人口从60%慢慢开始下降到50%，这样呢就导致了农村的失业。这个变化的过程，它慢慢的蔓延到北欧这个半岛，特别是化肥产生之后啊，农业的粮食它就可以供应很多的人口，农村的人口增长就很快。但是土地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这就导致很多地方农村人口过剩啊。特别是当时啊，有些农村它的聚存制度还是长子聚存制，那长子只有一个，对吧？那其他的儿子就难以获得土地。而且北欧半岛上的城市，它的工业化进程其实很慢啊，城市就没有办法消化和接纳太多的农村过剩的人口，这样呢，这些人就需要向外发展啊，特别是一碰到饥荒，那些人全得走啊，因为农村也没有办法接纳，城市也没有办法接纳。特别是1860年的时候，瑞典遭遇了农业欠收啊，所以很多人就移民。当时呢，当时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只有美国和加拿大。美国为什么是大家的首选呢？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有宅地法，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什么叫宅地法啊。宅地法总而言之一句话，它就是提供非常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土地，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啊。这个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来说，那简直太有吸引力了，对吧？特别是美国的中西部啊，土地肥沃，气候呢和北欧很相似啊，而且当时美国西部又需要建铁路，美国政府积极做宣传啊。那么早期移民成功的那些人，他会写信啊，他会写信给家乡的人，宣传他自己成功的故事啊，甚至还有一些人真回去了啊，有一些衣锦还乡的实例，这样就更加吸引移民。美国政府宣传做得相当的好啊，到1860年到1914年，就是一战爆发之前啊，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将近50多年的时间里面，瑞典移民大约有120万。这是什么概念？这简直就是占当时瑞典人口的1/4耶！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的人口少了1/4耶，这是什么情况？挪威呢？挪威有差不多移民有80万人，甚至它的比例上甚至超过了瑞典了。丹麦的移民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啊，大约是30万人。但是占比也不小了啊，占比差不多10%啊。这些人当中90%是移民到美国去的，少数人去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有南美。这个对北欧来说是幸运的，因为法国就没有那么幸运啊。法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去干什么了？基本上全去闹革命了啊。法国人是很骄傲的，我们天下第一，对吧？当时美国他们根本看不上呢，他全欧洲第一，全天下第一啊，所以移民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选项啊。这个就好比90年代再穷的上海人，他也是不会移民去广州的啊。所以当时法国人真正跑的那些人，那其实是那些中产的资产受到威胁的人呢。
总而言之啊，19世纪的欧洲，穷人的梦想就是到美国去啊。难怪欧洲的富人和贵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老是看不上美国啊，觉得美国人呢就是乡巴佬、暴发户啊，因为祖上都很穷嘛，逃难过去的嘛，所以祖上都不太富裕。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啊。大家记不记得唐顿庄园啊？那么美国接收了这么多的移民啊，白捡了500万欧洲移民，他是不是很意外的成为最大赢家呢？而且特别是这一切都发生在1840年到1860年这20年里面。这20年里啊，美国的人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它从1700万增加到3100万，其中呢500万是欧洲移民，占总人口增长的30%啊。到1845年到1855年这个时间段达到高峰啊，每年的平均移民有40万。1854年单年移民达到42.7万。当时对美国来说这是不错的，因为当时美国刚好是工业化嘛，它需要劳动力啊。美国工业化从1790年开始到1860年这个时间段，它是高速发展的。到1840年的时候，它的制造业产值从2亿美元一下子增到10亿美元。1840年的工厂工人从50万增加到150万，翻三番啊！当时移民的工资啊，他们在欧洲的时候，每周大概只有1到2美元啊，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些人。但是美国的工资是5到10美元。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被发现了啊，这样就吸引了很多的移民去淘金啊。这个时候它的年黄金产量啊，就是加州的年黄金产量有2000万美元，这是一个不小的产业啊。而且当时美国呢推行西扩政策，就鼓励大家往西边去啊。比如说1846年俄勒冈条约啊，这个条约里面他就说好提供土地啊，提供免费的土地。每个人只要愿意去啊，他就给你160英亩的免费土地，这个是宅地法的前奏。这一个移民潮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同时呢，它也引发了本土居民非常复杂的反应。我们这样呢，就能看清这个画面。整个欧洲的问题，它其实是工业化之后带来的一些派生的问题。工业化之后，它就会产生农业人口危机。特别是爱尔兰很明显了，爱尔兰它是因为土豆生病，它就把农业结构的单一性表现出来了。农业结构的单一性，它为什么会单一？我们前面讲过了，它的地主制啊，那个外来的地主制，它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农业机械化，它对农作物本身就有单一化的要求，就是我只要买一台机器就够了啊，我所有的土地都适用。我如果是多样化种植的话，那我就要投资不同的机器啊，这样的话，对那个投入和产出比来说，那肯定是单一化的种植比较好。结果呢？结果单一化嘛，那就一生病，大家全生病了。德国和北欧也一样啊，光德国在1840年到1850年这个10年之间，农业机械化就使5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但是这个时候的工业化城市它又没有跟上啊，它的 capacity 它的容量没有扩容啊，它的企业不够多啊，就业不够充分，那人怎么办？人去哪里呀？对吧？你人是要吃饱饭的。我们以前讲过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吧？那微观经济学的人，那我就是要吃饱饭啊！你如果不让我吃饱饭，我就和你闹革命啊！所以在这种巨大的动荡的压力之下，德国在那一段时间迅速地走向了国家福利主义啊，就是用国家的能力
印钞票去安抚百姓啊，怕他们走法国大革命的路线啊。所以经济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本质上它是人的问题啊，人心的问题不解决，那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是无解的啊。我们在讲美国联邦的时候特别讲过这个现象啊。而且同样，人走到哪里，他就把问题带到哪里啊！你去火星也没用啊！马斯克整天想着去火星，那人的问题不解决，你去火星干什么嘛？对吧？你就是死在地球上和死在火星上的问题啊！而且随着人潮到了美国，他同样把问题带到美国了。在当时啊，在1850年呢，美国迎来了工业飞速发展的年代，这个里面呢，移民的贡献其实相当的大，移民当时占制造业工人的40%，特别是铁路建设里面啊，他就非常依赖爱尔兰的劳工。到1860年的时候，纽约和芝加哥的移民人口也很多啊，纽约有差不多50万，芝加哥有10万。他们支撑城市经济的同时，也永久地改变了这两个城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今天纽约和芝加哥这两个城市都是犯罪率比较高的城市啊，这个是有历史原因的。人来了，带着他的思想和传统啊，所以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他们的信仰背景。德国的移民基本上是路德宗啊，因为德国它是国教嘛，但是呢，正因为是国教啊，所以他的信仰已经严重变质了。当时移民当中大部分是革命失败的人，这些人呢，他带着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来的。他们就算有信仰，那这个时候的路德宗在救赎论上，他也是亚米念主义为主导的，甚至自由主义神学也很普遍。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48人嘛，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卡尔苏尔茨啊，他逃避普鲁士的镇压，也跑到美国来了啊，他就带来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力还很大啊。爱尔兰呢，它的天主教徒在1840年的时候，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75%。至于法国嘛，我们也知道它也是天主教徒啊，但是它是形式上的天主教徒，生活表现和无神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啊，宗教只是他们的一种习惯。那这样的移民信仰状况，它就引发了美国本土的一些反抗。当时呢，美国兴起了一个政党，叫做一无所知党啊，或者说叫我不知道党。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我们在讲女权主义的时候讲过这个政党，它是女权啊，左派女权主义搞的啊。它主要的议题就是反对天主教和移民啊。对，你没有听错啊，曾经的女权运动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反对移民的。他们甚至还整了一个阴谋论啊，说天主教阴谋颠覆美国啊，所以派了好多的天主教徒来入侵美国。这个和今天的左派宣传什么犹太人阴谋控制美国，这个套路都是一样的啊。非常关键的是，当时的移民美国的浪潮它是合法的。特别是在1880年之前，美国对移民的法律限制是相当的宽松。美国当时是鼓励移民啊，它是为了填充西部的土地，支持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因为工业发展它需要销售工业产品，那你要怎么销售啊？你要销售，你得有人要消费，对不对？所以它就要有本土的消费者。这样的话呢，他们产生的工业产品就不用卖到欧洲去了啊，他们对欧洲的市场依赖就会减少。所以当时美国对移民它是欢迎的。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移民它不是非法移民啊，在19世纪末，非法移民作为一个明确的法律概念，它还没有形成。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我们熟悉的那种什么签证制度啊，或者说边境管控啊，没有的啊。当时的移民只要到达美国，
并且通过了基本的检查，他就被允许入境了。特别是从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境，那几乎就被默认是自由的啊，你可以自由进出的。因为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严格的边境概念，所以当美国个人持有黄金违法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带着黄金北上去了加拿大啊。所以当时的所谓的反移民恐慌完全是左派人为制造仇恨，其实还是无神论或者自由派用来反对宗教的行为啊。因为你是本土的基督徒吧，他拿你没辙啊，但是你外来的天主教他们还是可以欺负一下的。但是移民的大批进入确实会造成很多实际的问题，对吧？还会给 local 的人带来一些非常大的不方便啊，或者是信仰的冲突、习惯的冲突啊，本身就有不满的情绪，再加上左派刻意渲染的那些阴谋论的那种论调，利用新教徒在历史上对天主教的不满，还是利用你的宗教情节来煽动反移民的情绪啊！别说啊，这个政党在1854年，他靠反移民，他还拿到了国会席位的25%啊！关键是他们还煽动暴力，在1860年的时候，纽约反移民暴乱的时候，死了几十个人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想想啊，特别是看看历史，有的时候想想真的很感慨啊。当年纽约为了反移民，甚至不惜搞暴乱啊。今天呢？今天为了支持移民、支持非法移民，他们同样搞暴乱啊。这个实在是历史巨大的讽刺。可见啊，暴乱才是他们想要的啊，移民和反移民只是他们的手段。只要能掌握权力，任何概念都是可以被他们利用的。合法移民也好，非法移民也好，关键词不是移民，关键词是法律啊，法律是全民的约定，违法就是对全体约民的冒犯。如果你去支持别人违反法律，那就等于你支持别人伤害你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用行动去支持非法移民入境的，帮助他们躲藏的，甚至逃脱的，在法律的层面上，它相当于叛国。美国19世纪的移民到底给他们带来哪些经济和政治上的动荡，甚至是宗教上的变局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移民的分布图啊。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差不多150万啊，主要是来自于农村，75%是天主教徒。这批人呢，他的文盲率比较高，有40%。他们从事的都是非常低端的工作啊，比如说挖沟啊，或者说铁路建设啊。他们聚集在纽约和波士顿。德国移民呢，大多是中产阶级也有农民啊，50%是新教徒，有50%已经成为无神论啊，因为自由主义神学慢慢的就滑向无神论啊。他们呢，给美国带来了酿酒文化和音乐文化啊，他们主要定居在中西部，还有呢是德克萨斯州。斯堪的纳维亚的移民主要是来自于挪威和瑞典的那些移民，他们主要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他们主要是发展农业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农民，他们热爱土地啊。其他来源呢，还有从英国来的有50万，法国和东欧也有一些小群体啊，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多样化的技能。人口特征呢是差不多60%是男性，大部分70%以上是20岁到40岁之间的，其中70%是农民或者劳工啊，中产阶级不到30%。文盲率平均是25%，这个是远远高于
美国本土的文盲率啊。这个时候，美国的本土几乎已经没有文盲了啊。当时左派推崇的反移民政策，为什么会造成本土美国人的共鸣呢？说好的爱人如己呢，对吧？那这样就要看看移民带来的具体影响和挑战。在经济上，移民肯定会推动工业增长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啊，因为有劳动力了嘛。但是呢，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需要时间才能看到的。比如说，移民从1840年开始，要到10年之后，1850年，它的制造业产值才增加到20亿美元，它有一个过程呢。但是呢，移民多，反过来看，它有一个问题，它就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通货膨胀，它就压低了工资啊。在1840年到1860年之间啊，这个20年之间，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从6美元下降到5美元，甚至还有更低的。你不要看它只下降了1美元，对当时的人来说，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再加上移民的输入，城市的住房短缺。纽约1850年的时候，平均每间房间要住6个人。你看看这些城市的压力，你是不是觉得和今天的加拿大很像啊？而且哪怕是合法的移民啊，其实人的大量多元化价值观的那些聚集啊，它一定会产生语言障碍和宗教冲突啊。比如说1850年的时候，费城就发生了反天主教暴乱了。费城是贵格会聚集的地方，那贵格会左派大本营啊，对吧？那左派怎么还会暴乱呢？对吧？反天主教，他们不是应该爱人如己吗？不是大爱无疆吗？你这样就知道了，左派一直是很伪善的啊，涉及到他自己个人利益的时候，他立马就跟你产生冲突啊。那么为了解决这种具体的社会问题，它就一定会产生政治上的或者是宗教上的应对。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背景，他就会比宗教团体更加去关心属世的生活。所以呢，这些人啊，他们在反移民这方面，他们态度非常强硬，因为他们关心自己属世的生活。所以他们就会指出来移民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他就一定要迫使当时的教会做出回应，因为当时教会在社会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样呢，教会就被逼着不得不转向社会福音运动，因为你如果不去关心他们，你就显得你没有良心啊。当然了，欧洲移民还带来了进步思想，对吧？当他们在美国进行民主参与之后，他就把这种自由进步的理念输入进美国的政治系统。在1850年，从法国、德国来的自由派就开始推广女权运动、反奴隶制运动啊，这都是从欧洲来的。你想想看，1850年开始推广的，到1860年，南北战争就开始打了。而且同时呢，他们也推广欧洲的反宗教权威运动。结果这场运动就导致了大批美国教会的独立运动，后来的浸信会独立运动和他们都是有关系的。而且呢，他把欧洲的大革命传统带到了美国，所以移民聚集的地方，左派煽动当地的人进行暴乱啊，所以这个时候暴乱就此起彼伏啊。1844年费城焚烧天主教堂的运动啊，它那个不是单一的一次性的事件，而是爆发的非常频繁的事件。这一波移民潮到了1861年就中断了。那为什么中断了？原因很简单的，美国打仗了啊，南北战争爆发啊，所以欧洲人就不来了。到了1860年之后啊，当时德国的经济也稍微复苏了一些啊，
面对战乱的美国，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德国人，然后回到了欧洲啊。因为德国人他主要是生活在美国的南方啊，我们刚才说了，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啊。那南北战争，南方是很惨的，这样呢就导致有一部分德国人就回流了。到了1870年代的时候，新一批移民又来了啊，这批主要是从南欧和东欧来的。这些移民来美国几乎要从零开始啊，他们大部分聚集在城市啊，因为比较好找工作啊。美国从移民增多开始，它的城市化率就开始被迫的加快啊，从15%一下子升到25%啊，城市化是非常显著的。这些移民的后裔严重影响了后来20世纪的民权运动和劳工运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工会最大的群体，他们在欧洲的时候就是工会的成员啊，到了美国，他们依然是文化马克思的拥趸者，是社会福音的倡导者啊，是暴力革命的跟随者。因为这些人的神学，它本来就是很奇怪的啊，而且这些人的力量其实已经相当的大，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保守派呢，为了应对新移民的文化认同感，要切实的解决已经存在的实际的危机，他们就要想，哎呀，我上一代没办法把你们怎么样，那至少下一代我是可以教育你们的，对吧？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开始推广公立教育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会看到保守派他也是支持公立教育，为什么？因为确实移民带进来的人口，他们的下一代，我们是需要把他们改造过来的啊。所以公立教育是从1820年开始推广的，推着推不动啊。但是到了1840年，哎，一下子加速了啊。到了1848年，连基督教会都开始支持公立教育运动了。教会啊，这个时候就主动放弃了下一代的教育权啊，这个不是他们故意的啊，这个确实是当时有这样的社会的紧迫感。到了1860年之后啊，基本上有相当比例的人觉得在理论上是完全认可公立教育的必要性。这个就是因为移民大批量的融入啊，你要解决文化差异，你有非常迫切的需要去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这个理念其实到现在依然有啊。我和我的左派邻居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聊起移民带来的纷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不用担心的啊，他说第一代移民哪怕他再不融入，你放心啊，第二代一定是我们的。他就是这么自信哈。我不知道最后是谁改变谁哈。1850年，纽约建了50所双语学校。当时教会呢也提供了社会支持，甚至爱尔兰天主教也建了不少学校啊。到1860年，有200所移民教会也建立起来了。而且我们知道人不是独居的，人是有关系性的，是社会性的，思想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罪人学好很难，学坏可容易了啊。后来的爱尔兰和德国女性参加劳工和教育改革，就是因为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进步理念啊。特别是1848年，在美国女权运动很重要的一场会议，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那个塞内卡福尔斯会议啊。这场会议就是受到移民平等理念的启发。所以后面的事情就知道了。到1900年的时候，你们公立教育不是建立起来了吗？到了1900年的时候，女权首先进入的就是公立教育系统，所以学校的老师一下子女性飙到70%以上啊，一个学校70%是女的啊，一线教师这个比例更加高，因为还有一些男性，他大部分是在管理层的。那你想想看啊，由女性教育出来的孩子，这个就类似于你在单亲妈妈养孩子一样，对吧？那个阳刚气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女性思维它是保护性大于公益性的啊，我们在讲女权的时候讲过这个特征啊，所以
由女性来带孩子啊，这个性别不平衡其实对小孩的伤害是很大的。移民带来最明显的改变是信仰层面的改变呢。1848年到1910年左右呢，是美国宗教信仰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就是因为移民带来的冲击啊。通过这一个阶段的移民，我们看到美国它再也不是清教徒、加尔文主义新教为主的国家。在大批移民到来之前，其实美国已经改变了，它已经经历了分离运动。在神学上呢，它已经严重的走向亚米念主义，甚至呢，大批的人离开了教会啊。甚至有些人他都不是亚米念主义了，他在神学理论上他已经是柏拉修主义，已经是彻头彻尾的异端了。那这样的基督教会，它本身根基就不稳了啊，它就已经是在草木和结上建立的，大风一来它就倒了。当移民浪潮来的时候，纽约就迅速的暴力化、自由化，这不是偶然的。分离大火它就是从纽约开始的，后来的女权运动、社会福音运动，它都是从纽约开始的。所以它时间线就是这样，神学先偏掉啊，然后在信仰实践上就会表现出来。这个时候虽然大家看起来都是基督教，但是呢，它里面的光谱明显是多样化了。新教的一些教会，它为了应对社会，开始在神学上让步了。再加上天主教、犹太教的势力也因为移民慢慢壮大，它也使本土的加尔文主义新教徒的下一代在信仰和神学上的坚定性遭受了挑战。这个很好理解啊，当你的孩子啊周围无神论多起来的时候，那孩子都是在公立学校里读书的嘛，那受到同学的影响肯定比家长更加容易，因为小孩子罪人天然的反权威、反父母啊，但是对罪总是很倾向、很亲和的。那么他的同学如果是犹太教，那他和同学关系又很好，他就会觉得，其实其他宗教的人也都挺不错的啊，为什么要反对他们的宗教呢？对吧？所以孩子啊，他是真心的认为其他宗教也没啥问题啊。那么当他真正这么认为的时候，他已经从事实上沦为一个无神论。虽然他自认为是基督徒，但是事实上他通过认同其他的宗教，反过来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基督从来不让我们去认同其他宗教的，基督只让我们爱他们，对不对？你爱他们和认同他们的宗教这是两回事啊。但是罪人往往傻傻分不清楚啊。那孩子那当然又是更善良、更天真啊，所以也很容易被带偏。这一股移民潮呢，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就在新教势力四面受敌，基本上被自己从内部侵蚀，拥抱自由主义的时候，天主教突然变成一股保守势力了啊！因为天主教这个时候啊，它因为爱尔兰和德国的加入啊，和法国那些人口的加入，天主教人口突然之间增多了啊，他们占比差不多到10%啊，差不多有300万。到1910年的时候，天主教人口已经到了1600万，所以他们开始建立天主教大公会议，统一机构啊，联合起来反对公立学校的世俗化。看到没有？他们变成保守势力了啊！他们在1890年代建了1200所教会学校，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在新教把自己的孩子都送给政府的时候，天主教坚决不放手啊。新教的保守派教会呢，还是有一些私立学校，但是因为财务上的压力，他们的规模明显比不上天主教会的学校啊。后来因为美元的持续贬值和通货膨胀，其实新教的那些基督教私立学校压力也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还有在家教育的权利，
完全是当时坚定的保守派基督徒为我们争取到的权利啊。可惜今天的基督徒一点也不珍惜啊，还是很轻易的把小孩送给撒旦去教啊。从德国来的移民里面，还有5万德国犹太人啊。后来1880年到1910年的时候，这个时间段里，从东欧又来了100万的犹太人，因为那个时候俄罗斯开始反犹了啊。到1910年的时候，犹太人口达到150万。1848年那一年啊，辛辛那提成立了第一家改革派的犹太会堂。到1900年的时候，纽约就有200所犹太会堂，所以纽约啊，那犹太人在纽约啊，他就成为一股相当有影响力的力量。移民带来生活的改变是很明显的，信仰上的改变呢，其实你很难看见啊，因为没有人心嘛，你没有那么明显能看见。信仰上的改变往往是通过他们的信仰在社会上的一些实践，你才能看出来。这个就是雅各书说的，你的信心是伴随着行为啊。1848年到1910年，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国家转型，人口从2300万增加到1910年的9200万，这人口增加非常迅速啊。1848年呢，加州金矿发现和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标志着美国经历了重大的改变啊，重大的转折。到1900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0%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国家的原始的社会形态，如果突然之间发生了工业化的转变、城市化的转变，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以前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就像德国那样，对吧？它的宗教信仰就需要适应全新的社会需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它的教会的职能就会发生改变。因为农村它是非常紧密的宗族社会，但是工业化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工业社会的人是散沙化的，城市教会和会众之间它的紧密度和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德国的时候，这种变化导致了德国宗教的自由化，社会啊，它不再是以教会为中心，是倒过来啊，教会成为这个社会的补充啊，所以教会就变成一个可选项，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在你工作忙的时候是可以被放弃的。这就是情况发生了完全的变化。所以德国发生过的事情，在50年之后的美国再一次发生了。城市社会的中心是什么？工业化的城市中心，它是企业，而不是教会。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产值的增长，但是它并没有改善城市人口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劳动力廉价呀，对吧？所以说劳动力廉价，你个人的生活水平是不太会提高的。所以产值和利润的增长，它的受益人其实是老板，是资本家，而并不是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啊，劳动力很充分的情况下，那劳动工资就不高啊，人的生活状况也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雪上加霜的是，南北战争之后，在南方种植园被解放的黑人，他也加入到工业城市的贫困人口当中，他就使劳动力更加廉价了。所以当时城市移民真的是生活非常贫困啊。1890年，纽约贫民窟的人口达到70万，财富相当的集中啊。1900年的时候，1%的富人占有了25%的财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社会福音会兴起，因为当时确实这些人的生活非常困苦啊。所以社会福音那简直就是当时的宗教正确和政治正确啊。教会如果
如果不去关心人的生活层面，那你简直就是连良心都没有。于是呢，大家都忙着为穷人去寻找正义，最后就忘记了边界在哪里，他就忘记了十诫是怎么说的，忘记了耶稣是怎么说的，对吧？耶稣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种环境对教会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教会在社会当中，教会的成员他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人的生活出现困境的时候，教会是很难不管不顾的。总是有良心的牧者会跟随自己的良心啊，想对社会做一些改良。我们从来不怀疑他们的动机啊，我们只是来看一下他们对新教神学造成的影响。社会福音运动对人心的改变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教会的使命开始发生了改变，教会从此开始以服务人为导向，这样呢，就间接的使会众产生了一种消费主义信仰的习惯。他们开始关注于社会制度的改良，在立法层面的道德推动啊，包括禁酒令啊，就是这么出台的，对吧？教会的会众就开始往这方面去追求了。来教会呢，他就要看你这个教会有没有提供这些服务，如果没有的话，换一家，他就是消费主义啊。甚至后来这样教育出来的一些会众啊，他开始推广联邦税啊，开始均贫富了，对吧？你就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啊，就说明他们淡化神学和教义，就使教会越来越走向世俗化。那教会是谁组成的？教会又不是一个建筑，教会是一群人组成的。教会每天传讲的那些信息，下面的会众吸收了以后，它是会在社会上，在各个层面，在立法、经济、政治每一个层面，它都会去实践出来的。社会福音运动，它就为后面的一系列联邦的花动作打了前站啊，扫清了神学上的障碍。特别是解放奴隶制之后呢，黑人宗教社群崛起了。他们是从一无所有走出来的人，所以他们非常急切的想证明自己，非常急切的想改变人生啊。当然也有一些人直接躺平摆烂的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他们这群人是美国制度改变的主力部队，他们是最需要福音、最需要福利的这个群体。所以说，社会福音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福音迅速的被蔓延啊，而且他们的目标是改变美国的制度。为什么？因为他们改变奴隶制，他们就是从改变美国的制度开始获得益处的，获得身份的改变。所以说，改变制度是他们的原生态的一种思想，所以他们就要砸烂旧的制度，砸烂富人的统治，砸烂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他们就成为左派的拥趸者。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老是嫌弃白左啊，其实据我的观察，白左和黑左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黑人的左，他才是真正的左啊，白左的左呢，白左的左其实是傻啊，他是爱的没有边界啊，他这种左是爱的没有边界的左。但是黑人的左不一样，黑人的左他更加类似于马克思的左，他是充满仇恨的。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你和白左在生活上是可以成为朋友的。我生活上很多邻居他都是白左，我们关系很好的。他们的表现会爱你如真的是爱人如己啊。他们有的时候就只不过是蠢而已啊。但是黑人在接触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的左是充满侵略性的，他们的左是恨社会的不公平。所以如果他们没有信仰，那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他们更容易被左派利用，成为排头兵啊。1865年废除奴隶制到1890年，这个时候进步主义它就成为一种主流运动啊。刚好20年一代人嘛，这个时候就开始深远地影响了美国的未来。
这个时候呢，黑人教会它也是蓬勃发展的时候，黑人基督徒占到总黑人人口的30%，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历史，这就导致他们在教会里面也依然很难停止仇恨的心态这个其实就像中国教会也一样中国教会也是充斥着对政党的仇恨这个都是一回事情，它有原生的传统带来的所以你在中国如果说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大家都不太情愿，对吧？这有个过程的，你要走出那种仇恨文化，你是要有一个过程。而在这样的文化中，我有一个梦想，这种演讲它就很容易煽动情绪。梦想如果不能实现，它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是我们被压迫了其实你要知道，真正的解放者，他都是来自于外部的。美国黑人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这是因为美国的白人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仁慈和恩典，而不是出于黑人自己的抗争。但是在左派的宣传下，白人基督徒为他们做的全部努力都被抹掉了，黑人平权运动就变成是他们自己抗争的结果。这种认知深度后来就影响了黑人的斗争思维，所以他们才会觉得整个美国都欠他们的，所有白人都欠他们的这个其实就是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他失去边界感导致的。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讨论，对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一句都是那出于恶者圣经实在是太深刻了马丁路德金就是被他们塑造出来的，就是打着宗教的口号颠覆秩序。如果真正的把圣经当成至高的权威，那么保罗在圣经里面那可是要我们安于自己本身的位置，对吧？因为你在任何位置上都可以荣耀上帝的。而且马丁路德金其实他的形象是被包装出来的真实的马丁路德金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绝对颠覆你以前的认知人口改变，思想改变，它带来的信仰改变也是很明显的。这种信仰改变它影响了美国本土的教会，在新教系统中的影响尤其的剧烈，因为新教它的系统是开放的不像天主教它是封闭的。其实在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到来之前，美国本土它已经开始了一场分离大复兴。这一场大复兴呢是亚米念主义的。这场大复兴它彻底改变了一些大城市的教会结构，像纽约、芝加哥这些它都不是在教会里面讲道，都是在教会外面搭个帐篷，像马戏团那样的这样的属灵燃烧过以后很多人他就再也回不到教会了。所以被这场大火烧过以后的社会哪怕他在教会里，他也特别强调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神不再是通过教会向他们说话，神直接跟他们说话了。那这样你就知道接下去的灵恩运动是怎么来的，对吧？它都是有一条线的传承它有一条这样的线一点点演变过去的。那把人带离教会，这样呢就导致神亲自设立的属灵的权柄被轻看，这样呢信仰自由主义就开始影响到教会。这是什么？这是圣约共同体面临危机，就是羊群羊群它的心灵已经被分散了，羊群已经不再跟着牧人，而是跟从自己的内心。这是一个巨大的属灵上的应该是大退步那北方的教会受到亚米念思想的影响，他在神学上走偏以后他接下去就会产生神学上的争论，这是非常正常的。在1845年的时候，南北浸信会他就关于奴隶制
他们的思想和看法非常不同，后来他们就分裂了。那么到1848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欧洲移民大批进入美国的时候啊，北方已经亚米念化的信徒，这个时候就迅速的自由意志化，也就是说柏拉修化啊，柏拉修那就已经是异端了，他已经不是亚米念主义的啊。然后呢，已经是自由意志了，那接下去就接受那些从欧洲带来的思想，那就是自由主义化。所以后来的神学自由化那是必然的啊。但是感谢神的保守，这个时候呢，南方浸信会它有一波非常快速的扩张，它扩张到农村啊。他们是坚定的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的。到1860年的时候，南方浸信会的成员达到60万。改革宗浸信会他们所强调的是地方自治，因为你只有自治，你才是共和的基础啊。你如果说自己不自治，要政府来治我，这个就是独裁哈，这个就是政府独裁。所以没有自治，它就没有共和啊。这一波呢，就是神为自己保守的渔民。但是北方教会就非常不一样，北方教会啊，他就会要求利用政府的权柄来干预这个社会，甚至来干预这个社会的生产型企业。因为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北方的教会它包括浸信会神学都已经亚米念了，强调个人性的救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这样呢，他首先和教会的关系就不紧密。那么当经济灾难一旦来临，他们是没有办法享受教会里面的那些互相帮助、教会的救助和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助，他就没有办法。就这个就和欧洲当时法国的那个德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独立性的个体了。那么教会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他们，因为他们离开教会了，所以教会就会拱手的把这个救助的权利交给政府，希望政府出面去关爱到这些人啊。所以从教会开始到那些散沙化的人啊，他们都希望政府出面来提供救助。所以看到没有啊，整个神学演变，它就是先从救赎论出问题，最后导致教会论出问题，然后最后走向政府论出问题。同样啊，在1844年的时候啊，卫理公会他们也因为对待奴隶制这个问题上，他们也分裂成南北两派。卫理公会呢，它在神学上其实从来都不是改革宗，所以他们分成南北两派。他们不是因为神学分裂，而是因为奴隶制分裂的。卫理公会规模其实还好，他们在1860年的时候总成员大约有130万。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美国教会普遍受到时代论的影响啊，非常强调末世的天国属性。所以卫理公会呢，它本身它的神学就非常讲究道德，讲究今生的成圣啊，所以他们就推动了禁酒运动，强调道德主义。结果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最后导致美国大城市黑帮的兴起啊。纽约、芝加哥一直都是黑帮相当活跃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成为后来社会福音关注的对象。那换句话怎么说呢？换句话就是，我先无意之中把你给割伤了哈，然后我又很有爱心的给你去贴创可贴啊。但是我们看到没有，就是每一代人他都是真心在做好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没有人知道，因为大家都是怀着一腔热情，怀着满怀的爱心去做事情。那当然了，那个公理会呢，他还非常重视教育啊，他到1900年的时候啊，他建了1000所教会学校。正是因为他们非常热心搞教会学校啊，那么随着他们的教育体制这样的扩张，他们的神学理念、圣洁生活的理念、今生成圣的理念
也扩展开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道德主义了。那你想想看，它随着它的教育体系的扩张，它的神学理念也非常普及，这样呢就催生了一大批信众，跟随他们的神学思想走到那个方向去了。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后来推崇社会福音的主要力量，这些都是从亚米念神学的土壤里面滋生出来的。这个时候的长老会在神学上也受到了冲击啊。当大批移民进入的时候，他们带来的思想啊，在民间的层面上是会互相影响的。但是教会的职责是什么？教会的职责就是看守啊，就是你要警惕看守群羊啊。但是当这些带着异教思维，甚至带着乱七八糟的神学，大批大批的进入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他其实也是会耳朵发痒的，因为假信徒也很多，然后信仰的小贝贝也很多，对吧？他听从外面那些非常怪异的谈论，他自然而然就会跟过去啊。所以有的时候教会面对这种情况，它其实也是很难应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进来一两个是还是比较好办的，但是你进来一大批，这个就很难说了啊。所以长老会它同样也面临这个问题。在1837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因为新旧学派的争论导致了分裂。到48年以后呢，1848年以后还好，他们是保守派占主导的。他们到了1900年，他们的成员大约是100万左右啊，非常关注神学纯真。还好，他们守住了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组织架构，长老会的组织架构啊，注定了他们的成长是缓慢的。就是你如果说一个新的教会，你想加入长老会，那个门槛是很高的。就像你想加入改革宗一样啊，现在也一样啊，现在这些门槛依然是很高。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多伦多有这么多华人，但是却没有一家华人的正统的欧陆改革宗教会。为什么？因为门槛高啊，它不仅仅是神学的问题，它是一个整全的改革宗的神学体系。就是华人他对改革宗的认识其实是相当的浅了，不是说你相信预定论就是改革宗了，不是的啊。现在华人教会他普遍有一个误会啊，以为哎呀，我相不相信改革宗啊，那个相不相信预定论啊，就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改革宗，不是的。这其实是一种宣传上的错误，这样呢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有些教会啊，它从教会结构到神学思想到管理机构，完全不是改革宗的，它都是出各种各样幺蛾子的。但是他说他宣布他相信预定论，然后他就认为自己是改革宗，别人也把他当成改革宗。结果呢？结果他们干的所有奇葩的事情都由改革宗来买单啊，锅都让改革宗背啊，所以我们就背了好多骂名啊。所以我才想接下去有机会来讲一讲什么是改革宗。希望大家为我祷告，求神赐给我智慧啊，将他的真理传讲清楚。总之啊，在1906年的时候的美国宗教调查的数据上看啊，当时新教占总人口的 65%， 大约是6000万啊，其中浸信会和卫理公会占主导。地方教会兴起，浸信会独立运动之后啊，特别是福音运动和宣道运动之后，大部分的教会是独立的地方教会，它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架构。教会的独立呢，确实会给教会带来很多方便的地方，它可以更加灵活的管理，更加快速的去应对实际的社会状况。我就不需要等总会的批示，等上几个月，对吧？在神学上呢，它也能够更加实际的针对会众的情况加以应用，
讲道可以更自由啊，你不需要全世界同一个时间讲同一篇道啊，它的针对性会很强。但是呢，罪人世界呢，总是一样的啊，就是长了人众就短了鼻子啊，这个脸的长度差不多，大家都差不多啊。所以它虽然灵活了、自由了，但是如果一旦这个社会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那么独立性的教会它的能力就非常有限，特别是面对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它是社会性的，它是会危及到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不要说监督政府，不要说救济社会啊，就是教会自己都快管不住了，对吧？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出现饥荒的时候，是其他教会提供帮助的，而不是耶路撒冷教会自己出钱，对吧？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家都饥荒了，对吧？地主家也没余粮了。这就是独立教会的软肋。但是呢，大家想独立的时候是不会考虑到这些具体的问题的。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逻辑悖论啊，这个逻辑悖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时候的大部分信徒，他特别强调个人性的救赎，就是我离开教会我也能得救啊。你要是跟他说教会以外没有救恩，他就跟你急啊。但是你要想到这个时候的教会呢，他们教会自己恰恰也是一个强调独立性的教会，他们也是觉得，哎呀，没有你总会，我也可以好好的办教会，对不对？看到没有，这种思想它其实几乎是同步的。教会自己，地方教会他自己在脱离总会独立的时候，或者说没有总会自己建一个的时候，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呢，当他建了教会以后，他希望自己的会众能够紧密的团结在他的周围，教会以外没有救恩。看到没有，这就是逻辑悖论，就是教会自己他从总会独立出来，他成为一个个体，那么你就要面对这个个体所不能承受的社会压力，因为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向心力去吸引住信众。这个跟万有引力一样嘛，质量越大，引力越大，对吧？那小教会说实话，它的质量就很轻，属灵质量就很轻我都曾经见过连锅端的教会，对吧？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教会的联盟制度让我不爽，影响我自我发挥，我就独立出去。这样做其实产生的属灵影响非常深远。所以教会一旦要脱离某个总会，可不可以脱离？可以但是它有一个原则，就是它必须是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我们必须脱离，否则的话我就在你的罪上有份。比如说像宗教改革那样，对吧？就是因为坚守神的话而被迫离开。就像早期的教会一样，早期教会它是被犹太人从会堂里赶出来的，这是我们唯一离开组织的理由，其他的任何理由都是不行的。神学不统一可以的，神学不统一就像我们在早期教会历史上看到的，我们坐下来谈，对吧？就像保罗对加拉太教会做的那样，对哥林多教会做的那样，我们写信，我们交流，我们开会，我们辩论。这个历史上大公教会都是这样干的，对吧？我们辩上几年也可以辩论这个开会开上几年也没问题我们大家一起圣灵在动工，我们一起开会做决定，我们不要怕艰难，因为圣灵是通过很多很多事情相互效力，让我们很多很多人得益处，所以大家不要简单的去解决问题那当然了，那有些开会开上没完没了的那当然为了防止他们把会议开到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可以让他们自付食宿费威敏会议就是这么干的，对吧？所以大家从圣经里面去追求合一，这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分辨出来你的总会已经是异端了，那么你这个时候离开，我相信是对的。如果说你大公教会开过会议，大公会议开过以后觉得某一个思想是异端
那就在会议的决议里面宣布把他们开出去，交给撒旦，对吧？那圣经里面就是这么做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方法论啊，而不是说，哎呀，我自己内心有感动，我要独立啊，或者说我内心有感动，我2-3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们就在你们中间，这个圣经这么说，对吧？不是的啊，2-3个人建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神的教会啊。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那个是米迦设的教会啊，米迦记得吗？4世纪的，自己设自己一个小的一个神像啊，自己设一个祭司啊，或者把路过的利未人拉过来做祭司啊，这种教会挺吓人的。随着社会成分的复杂，信仰教义的淡化，再加上自由进步思想的入侵，民间的思想呢，开始对各种各样的异端开放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些很有名的异端，而且他们发展很迅速。我们看一下这些宗教的起源，你就会明白为什么1848年这么重要啊。摩门教呢是1847年啊。那个杨啊，带领1400人迁到了犹他州啊。到1860年的时候，他们的成员就已经达到4万人。到1900年，他们增加到30万啊。他们把盐湖城当作基地啊。1900年的时候，犹他州摩门教的人口占比已经50%了。而且当时呢，也兴起了灵性主义啊，或者叫主观主义，或者叫灵恩运动啊，也是1848年开始的，是由福克斯姐妹啊，她们声称自己和鬼魂可以沟通，这样呢，就引发了一场灵恩运动的热潮。到1850年到1870年这20年之间，他们大约有200万信徒，他们特别强调超自然的体验呢。哎呀，真是圣经不太读啊！你想想看，圣经如果一读的话，他知道扫罗怎么死的，他就不敢和鬼魂交通了啊。那再紧接着呢，我们看基督教科学教啊，基督教科学教它的兴起也是1879年创立的。到1900年，他的成员已经差不多有8万了。他们就是接着灵恩运动继续往下走啊，他们就开始强调祈祷啊，可以治病啊。这个是什么？祈祷治病，这个就是超自然体验的实际应用呀，对吧？那前面是灵恩运动教鬼，后面就开始治病啊，它有一个时间线。赶走了教义，就等于羊圈没有了篱笆啊，各种各样的思想，它一定会进入到教会，甚至他还把自己伪装成教会啊。这个时候的美国教会，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啊，新教本来就是分散秩序，撒旦呢就利用这种分散秩序来做搅扰人的工作。我们了解了19世纪移民潮对美国社会深刻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影响，甚至宗教影响，我们就能够明白接下去兴起的社会福音运动。这场福音运动啊，它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兴起，达到高峰呢是在90年代啊，1890年到1920年啊，持续时间很长。这是一种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目的呢是要将基督教的伦理原则应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尤其是工业化带来的贫困、不平等和所谓的不公平啊。这个运动呢是由新教徒主导的，但是它融合了宗教信仰和进步主义的理念，他强调通过社会上的一些行动去实践上帝的天国在地上的体现。我们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他的末世论已经出问题了，对吧？就说明他们都受时代论神学影响。这个时候北方的教会那普遍是亚米念主义神学啊，或者是柏拉修主义神学。
就算是有一些福音派的教会，它也是受到时代论的末世观影响的。人类社会实现天国模式，基督就会来了啊！这个简直就是和马克思主义最后的什么共产主义社会，它有那种殊途同归的那种方向啊。其实本质上它是神学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啊。当时从欧洲来的进步主义思想在美国已经有相当的土壤，而且罪人其实对错误的思想，他总是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我们的耳朵向谎言是打开的，向真理是关闭的。甚至教会里面有很多信徒，他都是很喜欢拥抱这种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进步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会知道了，政府的权力就一定会扩张。那我们要这样思考，基督徒为什么会认同这种思想呢？那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是罪人。你想想看，人要自己去关心穷人，你怎么关心啊？你就得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穷人，对吧？你要把穷人接到自己家里，给他吃饭啊，给他穿，给他吃，对吧？你是需要自己付上代价的。但是你如果让政府去做，这个代价就是别人付了，就是富人去付，对吧？而且因为政府是有强制力的，它是可以调整财富的再分配。那你就要这样想了，作为一个罪人，那你就在想，我自己不需要亲自把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去拿钱来做好人啊，政府可以帮我做了。所以他这样呢，既有道德的幻觉，又不需要有自己实际的行动，更不需要自己个体去付代价，还能感动自己啊！有几个人能够抵挡这种高尚的感觉呢？而且特别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确实是很糟糕的。美国的城市人口从1000万突然之间增加到3000万，而且工业化导致工人阶级确实很贫困，童工的滥用，甚至还有恶劣的工作条件，这确实是摆在你面前的问题，对吧？工资而且还很微薄，这样的困苦就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说实话，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也很难不为他们发声啊。当你自己口袋里也没几个钱，但是又很深切的去同情比你更穷的人，那么你当然就会加入这个队伍，当然就会去呼吁政府来介入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工业化它带来的财富集中和贫富差距是很明显的，贫民窟的治安和疾病也确实会影响到其他社区的安全。你哪怕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和安全，你也要关心一下身边的穷人啊！所以这个时候，连中产阶级也是很支持搞社会福音运动。再加上欧洲传来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也会影响到神学啊。其实时代论就是把进化论套用在人类历史上的，这样呢，就把教会的工作重心成功的转移到促进社会进化和道德进步上。所以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社会福音它本身并没有错，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他把这个事情交给政府去做，这个应该是教会的责任，对不对？是个体的责任，政府又没钱的了，那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政府的钱人民交的税啊，我们前面讲过了，对吧？所以呀，这个时候的人就会发现他智商已经急剧下降了。人以为自己很聪明，把这个难题扔给政府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其实花的还是自己的钱啊，而且还附加了一系列的坏处。比如说他成功转移了教会的目标啊，从天国拉到地上了。比如说你在照顾穷人的时候，在存续上其实你慢慢的你失去了透明度。如果是我自己掏钱给这个穷人，我是很清楚知道这个钱花在哪里，但是政府帮你去花钱，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花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花，对吧？这个政策是没有透明度的，而且这样呢，你还失去了对权力的警惕，壮大了政府的权力，
这就给后来的腐败留下了空间。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该捐的钱你还没有少捐啊，对吧？你只不过是用税收的模式给捐掉了，这些钱你如果直接给教会，教会也同样可以去达成这样的目的，但是你宁愿让政府用收税的形式把你的钱拿走，你也不愿意将钱捐给教会，这才是问题。尽管社会福音的目的是好的啊，他们想把基督教伦理和社会正义结合起来，但是他们的理论是有很大的问题啊。他们认为贫困和不公是罪恶社会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的失败。这个话你听起来，你是不是很耳熟？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卢梭的思想啊，对吧？卢梭就是这么说的嘛。你的贫穷都是社会造成的，别人造成的，制度造成的，你没有问题啊，统统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他们既然推崇这个理念，就说明这个时候基督教伦理观已经出问题了。比如说有一个社会福音运动的领袖叫华盛顿·格拉登啊，他认为教会应该积极的干预社会。他说的很慷慨激昂啊，你不能仅仅讲福音，福音能当饭吃吗？啊，用基督提供的精神安慰是不够的啊。他是用这种话，很铿锵有力啊。他是公理会的牧师，但是他却主张教会应该去支持工会，支持反垄断立法。我们以前讲过反垄断立法，对吧？工会，那工会就更加不用说了，对吧？背后是马克思主义背景啊。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应用基督教》。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强烈呼吁要将信仰应用在经济正义上。听起来是没问题的，对吧？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经济正义？你能不能理解？你如果不能理解，我就换一个名称，你们就好理解了。经济正义就是均贫富，你这样就知道了，对吧？还有一个神学家啊，就是劳瑟布斯，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他啊。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神学家，他提出一个概念叫社会罪。他认为贫困和不公的原因是因为系统性的制度错误，而不是因为个人。看到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思想？看起来他已经完全不知道人的罪性。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罪性才导致这个系统性的制度的错误，不是倒过来，不是个人没有罪，单是系统性出错，对吧？所以当他们神学这样肤浅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不太切实际的幻想，他就幻想能够有一个好的制度，就能够彻底的解决贫困，建立公正。哎呀，他真的实在是很天真啊。他写了一本书《基督教与社会危机》，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教会应该领导社会改造，而且他还给教会盖了一个大帽子啊，说你不关心社会正义，你就不是一个好的教会啊。所以他的这些书啊，真的是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神学和社会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介绍移民影响下的教会状况，我们就会知道这一股运动背后的神学问题是怎么来的啊。我们以前讲过，一切社会问题它都是教会的问题啊。教会没有传讲真理，那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建立在真道上的呀。你教会如果不讲真道，人就没有生命。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那人的爱心就会变得冷淡，就会去追求属世的利益。企业家就会没有良心，教会就会缺少奉献，就会没有办法去顾及真正的弱势群体。最后导致社会问题泛滥，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然后群情激昂，大家都意见很大，最后反而大家联合起来，把这个解决问题的权利拱手交给了政府。这
政府一旦获得了做好事的机会，那他肯定就开足了马力来干啊，毕竟他需要刷存在感，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啊。特别是时代论提倡的上帝之国在地上的实现啊，通过改革社会，人类可以实现理想状态。这个理想状态它里面就是个口袋啦，你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对吧？那么它就包括改善劳动条件，消除童工，推动教育平等和种族和解。这样呢，就把教会的工作从属灵的天国领域直接降低到属世的世俗领域。特别是从欧洲传过来的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股思想在社会福音问题上合流了。他们特别强调科学管理和政府功能在这个里面承担的角色。比如说他们就支持童工法和最低工资制啊，他们就认为这个就是实现基督教正义的手段。本身工资它是一个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它是有供需平衡的，它是可以自发调节的。但是当你规定最低工资的时候，你伤害的是企业的利益。当企业的利润没有办法支撑最低工资的时候，企业就倒闭。企业一倒闭，反过来你就失业了啊！你连最低工资也拿不到，所以这个事情啊，你是不能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去干预的，它必须是市场经济，必须是自发调节的。所以我们从他们提倡的这些理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的走向了，对吧？教会开始干预社会，这是谁干的事情？这是罗马天主教在中世纪一直干的事情啊，对吧？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一旦教会以机构的名义去参与社会改造，那么往往被改造的是教会而不是社会。我们信徒是要参与社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中，但是社会是我们行出信仰的地方，而且我是以个体性的方式进入这个社会，去为基督做见证。但是教会以机构的名义去参与社会改造，这是性质是不同的。因为教会的责任不是去帮助社会，教会的责任是服务耶稣基督，去教导门徒，去宣讲福音。这是我们的正事啊。这个在中世纪里面有血的教训，对吧？那个罗马天主教就是这么干的啊，最后干着干着他们自己被改变了啊。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干了啊，他完全没有吸取罗马天主教的教训。而且时代论还要求改革社会，那改革它就涉及到什么？改革它就涉及到政府的自我赋权，没有权利我怎么改革嘛，对吧？那改善劳动条件，这就加强了政府的立法权。我怎么样去确定法律来改善劳动条件？这样的话，政府就可以用任何理由随意制定标准来干预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开支预算。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劳动条件它是一个主观的事情，就是劳动条件怎么样才算好，要政府说了算了，企业说了不算了。那政府是外行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南北战争这个事情它又要开始来一遍了，对不对？政府有的时候为了显示亲民爱民，他会层出不穷的出很多条规，最后就把资本家给逼跑了嘛。其实所谓的劳动条件，那劳动安全你是可以要求的，但是劳动条件那确实轮不到政府来制定，对不对？你劳工觉得条件不好，别人有好的你可以走的嘛。所以说最后那些企业家他为了留住人，他也不得不把劳动条件给改善。这个就是自由主义市场所推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私，每一个人的利己恰恰可以利他。这个以前我们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对吧？我为了自己多赚钱，我就把那个企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员工提供很好的条件，把你们留住，我才可以赚钱，对吧？所以它在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动态的平衡，但是这个动态的平衡企业家是最知道的，劳动者是最知道的。
但是政府不知道，所以本来可以通过互相双向选择来达成的平衡，被政府第三只脚一插，就彻底倾斜了，最后就变得不可控了。而且推动教育平等，这个就使公立教育成为最优的选项。你想想看，什么叫做教育平等？教育平等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教育本身就是平等的，教育是父母的权利，父母怎么样决定自己孩子的未来，知道孩子的特色，对他有最好的教育，然后教会是进行辅助的一些信仰层面的教育。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父母，这是上帝设立的秩序。结果公立教育呢，把政府推上了主要的责任人啊，他又再一次强化了政府的权利。政府成功的进入家庭的教育领域，从此孩子就成为国家的啊，他不再是家庭的，更不是教会的啊。而且呢，他还会强调科学管理啊！一旦强调科学管理了，那么政府就开始加大各个大学的建设，科学就开始登上神坛啊！强调政府角色，他就会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啊！这个都是从立法的层面干预的。那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当他们从立法的层面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时候，恰恰违反的是他们的前辈们曾经推崇的自由经济体系。而处于在这场运动当中最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企业，在这场运动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是缺失的。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们在这个里面有什么，他们简直就是蜂箱里的老鼠，知道吧？他这边也切一刀，这边也切一刀。你想想看，政府如果扩权，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钱。这个钱从哪里来？这个钱就是从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来，对不对？那改善生产条件，要增加工资，这个钱谁来付啊？也是由企业付啊。所以企业就是蜂箱里的老鼠，两头被切啊。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企业它是有能力去游说政客的，对吧？当企业开始向政府游说的时候，你们猜猜看，它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企业最后能干的事情，那当然是推卸责任了，对吧？最后让政府来做这些事情，让政府来承担这些后果。那政府的钱哪里来？企业就会成功的说服政府发行国债，用国债的方式，让每一个人的头上都背着欠政府的钱，一起来推广这一场社会福音运动。我们这样就会知道了，这个社会福音运动，耗时很久啊，轰轰烈烈，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内心火热啊。教会在信仰层面认为，我们实践了我们的爱心啊，它也确实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在这个20年之间，教会确实做了很多踏踏实实的事情啊，建立了好多定居点，提供教育、医疗、就业培训啊，服务了很多数以百万的城市平民。这个我们是不能够否认的啊。但是同样啊，罪人社会嘛，和珍珠一起出现的，往往还有淤泥啊。社会福音运动所倡导的工会运动，也就是马克思啊，社会主义马克思运动，它就进入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工会趁机开始壮大，最后开始在社会各个领域里面去蚕食社会有机体。基本上只要工会比较强大的企业，最后个个都是被搞破产的啊，或者被迫迁到其他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啊，就是趁着这一波运动做大的。而且他们还提倡种族和解，对吧？这一部分任务貌似也达成了啊，但是用什么方式达成呢？是用斗争的方式，而不是用自然有机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他们为了彰显自己的政治成就啊，社会福音支持者们，他们还帮助那些有色人种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专门来推动民权的。这是干什么？这是真的是人为的制造对立，对吧？这就是种族成为美国永恒的话题。他这个套路很简单，就先把你们对立起来啊，再把少数主义给保护起来。这样的话呢，你们之间的仇恨和历史就永远不可能被淡忘和原谅。所以他这样一操作以后，事实上种族主义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兼顾了。最后黑人获得了比白人还要强的特权，关键是他们还永远不满足。他们后来呢，还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印第安人，用种族和解的名义使种族对立。他们特别制造了一个受害种族，让他们产生一种种族特权。所以我就想起有个演员啊，摩根，他就说了这句话。有一个主持人问他，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黑人，尊重黑人呢？他回答说，当你们不再提黑人这个字的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尊重黑人。这个话真的是回答的相当智慧啊。而这一波运动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啊，和我们今天的话题货币终于联系起来了。那就是这一场运动促进了进步时代的很多关键的立法，其中最重要的立法就是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它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经济。还有呢，是1914年的克莱顿反垄断法，它是限制垄断的。这些法律它其实是部分反映了他们的社会正义的理念，其实它可以反映出这个美国社会在1913年这个时间段的时候，神学已经大踏步后退，政府已经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当我们仔细分析过美国这将近70年里的移民成分和他们所带来的美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就能够理解接下去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危机。移民的输入，它首先影响的是工业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工人工资的下降。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词叫劳动力很充分，我们听到这个词就觉得很高兴，对吧？那其实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劳动力很廉价。当主流媒体告诉你非法移民增多可以使劳动力市场很充分，每一个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好消息来听的，当成一个正面的消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潜意识里他都认为自己是老板。你家如果要雇佣一个搞卫生的阿姨，或者一个园丁，或者要雇一个木工搞一个装修，你心里面以为这样的劳动力很充分，我可以随意找到人。但是事实上他往往忘记了他自己也是劳动力，他的亲戚朋友家人孩子都是劳动力，他也是会被更加低廉的价格劳动力被替换。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一集大脑的自我美化，对吧？人总是倾向于自我美化的理解方式去理解所听到的信息。当西部的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铁路建设就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为什么？因为劳动力便宜呀。但是呢，正因为大家一窝蜂的去投资铁路，最后导致投机泡沫，很多铁路公司破产，导致银行和投资者损失惨重。这一波损失就成功的波及到银行。而银行是什么？银行是有很多很多小小的家庭存款支持的呀。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央银行，银行体系是分散的。当一个铁路公司破产，它就会连带银行发生那个
兑现的危机啊，那银行就惨了。这个消息如果一旦传出去，民众就会来挤兑啊。如果一旦挤兑，那地方银行根本就扛不住这种挤兑啊，它就会破产。这就是发生在1893年的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你去 AI 上搜一下，它会告诉你是铁路的过度投资引起的，但是它不会告诉你的是铁路的过度投资背后的原因。它背后就是因为廉价移民潮的涌入和政府的宣传。政府为什么这个时候拼命的宣传铁路投资呢？就是为了消化涌入的移民人口。这些人来了，他是要吃饭的，微观经济学，他得喂饱自己和家庭的，对不对？政府呢？政府是宏观经济学，他们必须要让人吃饭，他们必须要创造就业，养活人口，否则这个社会就不太稳定啊。民主社会或者说基督教社会，它又没有非常高压的独裁手段去制约人的自由，人家没有户口本的，人家不能拿个枪拦在你村口不让你出门要饭的，对吧？所以民主社会它唯一可以调节的手段就是经济，所以他们就只能用经济的方法去吸引移民的潮流。结果呢？结果其实是不太乐观的。政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危机感来处理人口的社会稳定性呢？这是因为随着移民人口的输入，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来到这里了啊，数量还很可观啊。他们呢就鼓动工人闹革命啊。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就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他们在1894年闹了一场普尔曼罢工啊，这种社会冲突它就导致投资者对美国不再有信心。那个时候的投资者主要是欧洲的有钱人啊，那些老钱啊，他们对美国的经济一旦失去信心之后，他们的选择就是撤回资金。那欧洲撤回资金怎么撤啊？人家拿走的可都是黄金啊，对吧？这个时候呢，美国其实已经开始倾向于金本位了，这样的撤资就导致了美国银行黄金短缺。事实上，美国啊，它原来是金银负本位制啊，它的货币政策是金银负本位的。到了1900年，美国才通过金本位法案。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也是相当复杂的，但是呢，都和联邦政府的职能有关。我们大致的来梳理一下这个过程啊。我们现在终于把话题从移民切入到货币了啊。在1870年代呢，美国是金银负本位制，就是金币和银币都可以用的。联邦成立之后呢，它就要规范联邦政府里面的一些货币政策。于是呢，在1873年，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个法案，叫铸币法案。它取消了标准银币的自由铸币权。也就是说，民间的银子啊，它本来是可以按照固定的比率把它做成银币的，但是现在不能自己随便铸币了啊，你得由国家统一规范化。我们以前讲过嘛，联邦存在的目标，它就是把你们统统都规范哈。政府权力它有大一统的趋向，然后我们以前讲政府论的时候讲过。它这个铸币法案呢，它还把银币降级为辅助货币，仅仅用于小额交易啊，不再是无限法定偿付的货币。这样呢，联邦的货币体系就开始有意的倾向于金本位制，开始这个转向了啊。虽然这个时候它还没有宣布明确的说是金本位制，但是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这个法案呢，它就导致货币流通领域的通货紧缩。因为什么？因为货币供应啊，它会受到黄金储备的限制。那这样它就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农民和债务人就深受其害。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西部有很多的矿啊，很多的银矿。
这些矿商啊，他都已经投资了好多好多钱了，这下子他也傻眼了，对吧？农民本来就是小额交易的，他们是银币最常用的使用者，他们对这个政策意见也很大，他们认为联邦政府统统是被银行家和资本家绑架了啊，被东部的利益集团绑架了。这个时候东西部的政治就严重对立。我们要回想刚才我们讲过的西部是什么？西部都是淘金客，都是新移民，都是农民，对吧？都是铁路工人啊，本身就是移民。这种对立，它本身就是移民文化的一部分啊。那你想想看，他们和东部曾经的殖民地人本来就不是一个体系的，信仰也不一样的，工作也不一样的。东部这个时候已经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西部呢？西部还是矿业和农业。所以这个时候通过铸币法案就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导致后来的货币政策的讨论就更加激烈。后来就会产生谢尔曼购银法案。那么什么是谢尔曼购银法案呢？这个法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案，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你听听名字就知道了，这是一种关于解决银币的争端啊，这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它为了回应西部的矿商和农民对银币自由铸造的要求，联邦政府最终做了妥协啊。联邦政府呢，他认为，我们由财政部出资，每一个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这个450万盎司是什么概念？它几乎就是当时美国白银产量的全部。而且当时购买的白银，它是以市场价格支付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国家财政部去买白银，那联邦哪来的钱？联邦没有这么多钱购买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它这个法案就允许财政部发行财政部票据。这什么意思？打白条啊！这些票据呢，是可以直接在需要的时候去兑换成黄金或者白银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财政部这个时候它黄金并没有增加，白银增加了不少，对吧？而财政部打的白条是可以自由兑换成货币的。这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将白银又纳入了货币体系。这就相当于它增加了货币的供应量，也就是说它向池子里面兑水了。本来在铸币法案通过之前，铸币权是在民间的，那人也不是随随便便就把家里所有的银子都去铸成银币去流通，对吧？毕竟铸币是需要成本的嘛。包括矿商挖出来的白银，它本来是没有硬性要求要成为流通货币的。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必须参与流通啊。这个法案它虽然没有恢复银币的自由铸造，但是它却采用了一个中间方案呢。它通过政府购买，然后呢间接支持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流通角色。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财政部发行的票据是可以按照这个持有人自己的选择，自由的去兑换成黄金或者兑换成白银，这是你的自由。那么根据一个很有名的法则叫格雷欣法则，格雷欣法则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那根据这个法则，你相信大多数人他会选择兑换成什么？那当然兑换成黄金，对吧？你白银已经给你们干过这一次了，白银看起来不太安全，对吧？那肯定大多数人是兑换成黄金，这样呢就导致黄金储备的减少。
所以这个法案的通过呢，它其实就是向货币这个总池子里面又注入了白银作为储备货币的这个货币总量啊，所以它其实还是增加了流通性啊。短期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旦黄金量的减少，它会引起通缩，通缩是农民是很困苦的，所以它增加了货币供应，它就暂时缓解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安抚了农民的情绪啊，农产品的价格也有所回升。它也从政策上支持了西部的农业和矿业，但是呢，它同样会导致一个长期的问题。长期的问题就是大量的票据兑换黄金，最后会导致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迅速下降。于是呢，长期看这种政策，它就引发了对美元稳定性的担忧。因为美元你是金本位嘛，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接下去1893年它就发生了一场金融恐慌。而且它不仅仅金融恐慌，它还会引起很多政治后果的。因为这个法案它并没有平息金银本位的争论。西部呢是支持金银副本位的啊，是新移民系统。东部呢是支持金本位的资本家和政治家系统啊，这两派之间它的矛盾就加深。最后也导致1893年这个法案被废除。因为1893年美国爆发的这一场金融危机，后来克利夫兰总统就推动了国会去废除了谢尔曼购银法案啊，他为了保护黄金储备，重新巩固了金本位的倾向，一直到7年之后，1900年，这个时候通过了一个金本位法案，这个时候才彻底确立了金本位制。这样呢，我们的话题就绕回去了啊，就绕到我们前面刚刚提到过的一个事件，就是1893年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铁路过度投资引起的，但是背后的原因呢，是货币政策的不稳定，导致挖出来的白银，你必须马上成为资产。投资铁路，它就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选项啊！更何况当时劳动力还很充分啊，政府呢也为了解决移民的问题，大力的提倡啊。当时你要这样想，只要你投资在实体，你就不会去挤兑银行啊，银行就比较安全啊。所以这个泡泡吧，最后就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啊！经济规律都是这样的嘛，经济规律就是你泡泡一旦大了，就一定会破啊。接盘侠其实每一代都是啊，只是看泡泡抱在谁的手里啊，这个和击鼓传花是一样的。我们这样就能明白了，为什么当时大家都乌拉乌拉的都往西部走啊，然后都去投资铁路，其实就是因为银行它新的货币把白银纳入货币体系以后，它的货币供应量太大，它必须要分散投资，否则就通货膨胀啊。我们再沿着时间轴向下看啊，时间轴这个时候已经推进到1900年的金本位法案了。金本位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正式采用单一的金本位制，结束了19世纪末围绕金银副本位制的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争论。它也为20世纪初的货币稳定提供了基础，但是它也有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它限制了货币供应的弹性，引发对通货紧缩的担忧。因为大家已经领教过通货紧缩的厉害了啊，但是因为19世纪美国高度快速的工业化，就掩盖了通货膨胀的危险。再加上欧洲投资者的撤资，谢尔曼法案的通货膨胀效果并没有特别的突出。因为
因为当时欧洲，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欧洲有部分投资者把钱拿回去了，所以谢尔曼法案它虽然把白银都纳入了货币体系，但是恰恰因为在西部的大量的矿产和农业投资，再加上这边撤资金啊，所以它的通货膨胀呢没有特别的突出。但是它的经济现象是很明显的，因为只不过是因为它的实业投资量比较大啊，吸收了大量的这种流动货币。这个在后面的社会我们还是能看到的啊。这个社会一旦货币超发，它一定要有个蓄水池啊。但是啊，它这样呢，这个法案它还是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银行的稳定性到底怎么样？人还是会有这种怀疑啊。大家不是说对通货膨胀特别警惕，但是他会对银行的稳定性特别警惕。到了190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银行的脆弱性其实已经暴露出来了。铁路泡沫的破裂就发生了银行挤兑，银行一旦挤兑，黄金储备就会流失。这样呢，就显示出银行体系缺乏中央协调的一个机制，因为它是地方性的，银行都是地方性的啊，你一家倒了，那就别人没有办法来救啊，这个就会导致流动性危机，因为你资产再多也没用嘛，最后导致你破产的是流动性嘛。那么，当一个公共上市的企业破产，它就会影响股市。股市如果一崩盘，它就会引起银行的挤兑危机，大家都怕经济崩溃，对吧？那钱在银行多靠不住啊，对吧？千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啊，钱拿在手里最安全。这种情况在后来的1907年再一次上演。这一次的银行危机呢，有人来救了啊，这个人就是金融家很有名的 J.P. Morgan 啊。他通过私人协调挽救了一部分银行，但是这种救助它是私人性质的救助，它是有局限性的。但是这些危机说明了一个事实啊，就是分散的孤立的银行体系，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应对全国性的金融冲击，因为股灾它是全国性的。公共上市公司的资金募集，它是公共性的，是全国性的。那特别是银行储备啊，银行储备它往往集中在纽约，地区性的流动性那经常是短缺的，尤其是农业地区，对吧？农业地区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对资金的需求是有季节性的。季节性它体现的是一种集中性。那集中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挤兑嘛，所以挤兑往往会在西部的农村的一些银行出现。那这样的情况下呢，银行一旦破产，那就会导致很多人的生活陷入贫困。那这样呢，20世纪的进步主义者，加上从欧洲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加上从天主教国家来的农民和矿工，从上到下，他们统统都支持和呼吁政府更多的来参与经济。在他们的眼睛里啊，银行家呢都是不能信任的，银行家大多是新教徒啊，或者是犹太人。那西部跟东部本身在这个群体里面本身就是对立的，对吧？你们本来就是反对我们的呢，现在你们逮着机会啊，所以我们也要反对你们啊。所以在他们眼里，东部的那些银行家是剥削者啊，所以呢，他们就向政府提出要求，要政府出面来制约那些银行家的野心。看到没有？上一次反移民是谁？是进步主义者，对吧？这一次反银行家是谁？同样是进步主义者。他们就是挑逗群众、斗群众的高手啊！不管是左派和右派啊，里面最极端的人，其实统统是左派。
右派也是他们扮演的啊，极端右派是不存在的啊，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极端右派这个词啊，右就是对嘛 ，right 嘛，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不存在极端右派的，极端右派它就是左派，就是极端左派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些极端左派他会混在右派队伍里面专门捣乱呢，他们利用人性，利用经济危机推动政治手段呢。关键是这个时候英国已经有他们的中央银行了，德国也已经有了，看起来他们好像能够有效的去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危机啊，所以美国也希望通过建立这样类似的机构来提升国际金融的竞争力啊，否则欧洲的投资就会继续撤走啊，资金如果一旦撤走，它就会引发通货紧缩，大家都很害怕通货紧缩啊。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从政治的层面，从经济的层面，从local 的那些就是那些矿工农民啊，通过他们这个层面，其实上中下三层大家都已经做好这一场政治妥协啊，所以这个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个既集中又分散的金融体系。所以每一次的这种政治妥协，它都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套路啊。你注意去观察，极端的两派其实都是他们的人啊。最后保守派和进步派不断进行谈判之后呢，政治妥协的产物往往就是他们原来就想要的那一个。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啊，就是非常典型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政治层面上的实际操作，我们今天就看到一个经典的案例啊，就是正反合啊。其实最后的这个合本来就是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他们一开始就把这个目标推得非常非常的激进啊，最后迫使你在中间地带和他们达成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视频最好是按照时间线看呢？因为解读很多的现象需要用到我们以前讲解过的一些观念呢，否则可能会有点听得有点不太明白啊。但是美国吧，它毕竟是一个基督教信仰很浓厚的地方。普通百姓对政府的警惕性还是有的啊，于是呢，他们就设计了一个折中的妥协的方案啊，叫既集中又分散啊。什么叫分散？就是联邦储备银行它是由12家地区银行组成的，他们不是政府机构啊，这些银行是私人商业银行啊。他们把它叫做成员银行啊，这些商业银行、私人的商业银行持有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份。然后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国家银行，你必须成为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我这里说的国家银行不是指国家拥有的银行，我这里指的银行，国家银行是指一个私人银行，但是是在全国范围内你都要运营的，就是你有全国的运营执照的银行，不是地区性的银行。就是这种银行，它并且还要去购买相应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份啊。所以呢，所有在美国注册的银行，它必须成为这个成员，并且还要去购买当地的地区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股份。这些股份呢，类似于股票，但是它不能自由交易，它只不过是拿一个固定的分红，固定的分红是每年6%啊，法定股息。这个是说它的分散性啊。那么为什么又说他们是集中的呢？就是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就是管理这个联邦储备银行，它有一个储备委员会啊，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它是一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它是由总统提名，
参议院确认的7名委员会组成，他们是负责监管整个联邦储备系统，制定货币政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增加这个机构的公信力。为什么？因为大家对银行家普遍不太信任呢。所以从所有权上看，这个是一家私人机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所有权名义上是归所有的成员银行，这些成员银行呢，全部都是私人银行，他们持有股份，并且参与选举地区储备银行的部分董事啊。这些银行的运营，它类似于私人机构，而且呢是不受国会的直接拨款的。比如说员工的工资啊、日常的管理啊，这个都和私人的机构运营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你说它是政府层面的机构呢？那是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是政府机构，委员是由政府任命的，是接受国会监督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呢，它是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来制定的，比如说利率怎么决定，公开市场的操作这些啊。像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它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和部分的地区储备银行的行长。它这个结构啊，它就体现了政府来主导这个金融政策。那美联储的利润呢，它是来自于债券的利息，主要是来自于债券的利息。它这些利润在支付掉运营费用和股息之后，它全部需要上缴给美国财政部，是归公共所有的。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些阴谋论的一些文章说，哎呀，美联储是私人机构，然后呢，然后就是犹太人控制控制整个银行界，这个你们不要上当啊。他就是利用这些信息差，他就宣传这种仇恨啊，我们不要上当啊。所以我们分析过他的所有权的私人性质和他管理权的政府性质，你就知道他互相之间，他其实是有一些制约在里面的。它的设计的目的其实也是有一些制约性，因为它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嘛。妥协是什么意思？妥协就是我也不信任你，你也不信任我，对吧？但是你分析过以后呢，你就知道了，妥协的产物也好，或者这种结构复杂的设计也好，它最终最关键的就是人心啊！人心一旦改变，那你所有制度都没有用啊。Anyway 啊，他之所以把这个政策，把这个结构设置成这样，它其实就让这个政策会变得比较灵活。当通货紧缩的时候，它可以调动货币的流动性啊，增加流动性，或者它会发行联邦储备券。这个联邦储备券它可以成为美国的法定货币，可以按照金本位去兑换黄金。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机构最大的权利就是合法兑税啊，合法灌水啊。它的原因呢，是要给它足够的权利来解决通缩。所以本质上呢，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通货紧缩，防止经济危机，防止挤兑导致银行破产。万一哪一家成员银行出现挤兑了，美联储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它。美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个时候经济是高速发展的，它都需要银行资金的支持，所以银行不能倒啊！银行一旦倒闭，那小企业得倒一大片啊！那小企业一旦倒，那千家万户都得倒，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美联储当初设置的动机。这样呢，我们就看明白了，他们其实是新建了一个
银行的银行啊，专门给银行放贷款的银行呢，它的目的呢是服务公共利益，要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啊，管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它怎么管理呢？它就是通过像这个货币池子里面注水或者抽水来实现调节啊。那么问题来了，它的钱从哪里来？你往里面注水，你得有水，对吧？美联储的初始资本是来自于它的成员银行的认购啊。所有在美国注册的国家范围内运营的银行，它必须要加入联邦储备系统，并且还要缴纳股本。此外呢，州银行或者地方性的银行是可以自愿加入的啊，这个不是强制的。成员银行需要根据它的资本和盈余缴纳一定比例的股本啊，具体呢是6%啊，6%的资本和盈余总额。这一笔股本是支付给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他们运营的初始资金。那么这些所谓的股份，它并不是普通公司的股份，为什么？因为它不能自由交易呀，而且成员银行它只能获得固定的股息，对吧？每年6%吧。股本的缴纳呢，它就确保了地区储备银行的启动资金，同时呢，它让成员银行在系统里面拥有了一些象征性的所有权啊，所以这个所有权它只是象征性的，因为你股票也不能买卖，对吧？根据联邦储备法案，它要求每一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最低资本是400万美元。这个400万美元是当时1913年的货币价值啊。那根据当时的银行体系的规模，成员银行的认购非常快就达到了这个要求。在1914年美联储正式运营的时候，初始的股本总额大约是1亿美元啊。按照你如果考虑通胀的话，它相当于今天的30亿美元。这个认购资金是可以分期支付的。成员银行按照法案规定啊，成员银行它只需要在加入的时候支付一半的股本，就是3%啊。剩下的部分呢，根据它后续的需要再来缴纳。由此可见啊，美联储的初始资金它不是来自于联邦政府的直接拨款，而是完全由成员银行的股本来提供的。这种设计呢，它的目的就是要保持美联储的财务独立性，避免受到政府预算的直接控制。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它是一个政府机构啊，他们的初期运营的费用呢，是由地区储备银行的收入来支持的，也不是拿政府工资的。所以它的间接来源就是股本和后续资产的收益。这就是美联储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的样子啊，就是小鸡刚刚破壳的时候那个样子啊。但是，一旦美联储开始运营，它就能赚钱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它主要的资金来源就不再是股本了。为什么？因为股本总是会花光的嘛。那美联储的资产收益到底是什么呢？它靠什么赚钱呢？它主要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的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听明白了吗？就是国债啊。这里呢就涉及到美国国债的买卖啊，所以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美国国债的买卖。美国国债不是美联储的专利啊。我们打一个比方啊，政府如果缺钱了，那么谁来发债？那发债的主体是美国财政部啊，财政部是国债唯一发行的机构，他们负责设计、发行和管理国债。然后财政部定期他会将国债用拍卖的方式出售给市场上的所有参与者，
它是拍卖，价高者得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市场的公开行为，这是一个一级市场啊，不是说所有的合规的参与者，不是像我们这种小民啊，我们小民是没有办法参加一级市场的拍卖的啊。这是一个一级市场啊，那它发行的一般是长期、短期或者中期啊，这个在中国也有一个名字叫国库券的。这种销售呢，它一般是通过电子系统进行的。每一个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它都有这个交易权限。这些人呢，就叫做一级交易商啊，比如说摩根大通啊、高盛，还有花旗银行，这些都是榜上有名的。那么他们在公开市场上买入以后，他们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卖了，比如说卖给其他银行啊，或者卖给养老基金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投资者，甚至把它卖给外国政府啊。这个就相当于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关系。到这个时候呢，那个人也可以买了，对吧？你要是银行的理财经理，他可能会劝你买入一些国债啊。美联储其实也是从这个二级市场买入的，所以只要你能买，你就和美联储的地位是一样的啊。所以美联储没有比你更高尚啊。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了，美联储它不是负责国债的第一级销售，它也不直接参与财政部的国债发行。美联储呢，它也不能随便买卖国债，它不能随便买卖的，它的买卖啊，它都是要有执行货币政策的动机，也就是说我要抽水了，或者我要灌水了啊。那灌水的问题其实不在美联储，而是在政府的国债，对吧？那美联储本身它也不印钞啊，印钞是另外一个部门，对吧？专门有印钞的部门。国债是什么？国债是政府要借钱度日啊。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借钱？如果政府借钱给自己打高尔夫啊，那是要被老百姓骂死的啊。但是如果借钱搞公立教育呢，给低收入的人搞福利呢，去回应社会福音的需要呢，这个时候民众就不太会有意见，对吧？因为谁还能保证自己家里代代都有钱，对吧？说不定某一代没钱了，我也是需要福音的啊，需要社会福音，需要搞福利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是社会福利主义的受益人啊。但是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社会福音不是白白的，你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进去啊。那进步主义呢，它又要求政府加大权力去进行监管。那当时的亚米念主义推动的公立教育，亚米念主义是理性主义啊，理性主义特别重视公立教育，觉得老百姓小孩子只要有理性了只要有道德了，就可以自由选择了，你就可以选择最好的人生啊。这也是他们推动公立教育的一个动机啊。看见没有，这三股力量集合在一起，他们都需要政府来出钱。社会福音需要政府出钱，公立教育需要政府出钱，进步主义要求政府加大参与度啊。然后下面底层还有底层就是女权主义、人权组织不断的在扩大投票权。就是这个时候穷人女人全部可以参与投票了，所以这些政策上下两路夹攻，它就能够让这个政策在政府的层面被通过。但是这些国债政策它是可以间接的扩大政府的赤字，最后呢最后是全民来买单的。但是我们看到美联储设置支出，至少看起来它是很美好的一个结构和方法啊。通货膨胀呢，应该是和国债有关的，和美联储关系好像也不大，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现代社会上每一次通货膨胀背后都有美联储的影子呢？那肯定是这个系统里面还有哪一个 bug 我们没有看到，对不对？那我们就仔细再来看一看这个 bug 啊。
这个 bug 我们前面提到过了，就是美联储可以发行联邦储备券。它这个联邦储备券一旦发行，它是可以作为法定货币的。这个规定啊，它的目的呢是万一银行没有流动性了，如果流动性枯竭了，如果碰到老欧洲又使坏啊，过来集中挤兑美国了，或者说民间的钱啊，那些移民啊，就和当年的中国人一样，赚了钱老是往老家寄钱哈，他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流动性被抽干的状态，他就留下了这个 bug。但是这一步呢，它确实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它这样呢，它可以在当时金本位的制度下，给美联储不需要依赖外部资金，就可以自我增强流动性的能力。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印钞权。但是这个权利呢，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但是你不要担心啊，你一旦设置好了，极端的情况马上就来了啊。美联储1913年成立的，1914年开始运营的，那1914年我们就知道了，对吧？当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危机一旦来临，那么这个新生的小 baby 他就需要迅速的发挥作用啊。这个几个月的孩子他就要去挑200斤了啊，这个难度其实很挑战的。组织机构和操作机制它还在磨合期呢。12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刚刚开始运作。美联储从欧洲的战争中，他看到的是大量的军事物资的需要。盟国在打仗啊，你需要向他们提供武器啊。而且呢，战争来临，国内的经济也需要稳定啊，我们不能乱啊。于是呢，美联储就支持美国财政，发行了自由债券，还有一些七七八八其他的一些战争债券。反正那个时候发了好多，就是为战争筹集的资金。而且呢，他还提供低成本的贷款政策和优先政策。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这些资金就是优先用来和战争相关的工业品制造和农业生产。这些债券它是通过广泛的宣传活动去卖给那些当时的老百姓，还有银行，甚至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甚至当时的教会也买了不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要出一分钱，出一分力去帮助自己的弟兄姐妹啊。美联储呢，也通过其他地区的储备银行组织和推广债券的一些销售机构啊，而且他还动员银行体系自己再去购买债券呢。那么如果没有钱怎么办？美联储就想了一个办法，它有那个流动性支持嘛，它就发行法币啊，它就发行了美联储的联邦储备券，去提供流动性的支持。但是这里呢，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矛盾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了。美国这个时候它是金本位体系的，金本位的体系就说明它纸币的供应量和黄金储备是挂钩的。所以你如果要发行更多的货币，要注入更多的流动性，你就要集中政府的黄金储备。于是我们就在图表上看到了另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这个关键的点就是禁止黄金的自由兑换。在讲政府禁止黄金的自由兑换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来补充一下前面的一些美联储成立之后到黄金自由兑换之间它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美元其实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它的购买力严重下降。我们看到没有，它从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它直接就是一条下降的非常陡的一条线条。为什么？其实就是一战爆发。一战爆发很好理解，对吧？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啊！一旦打仗，大家面对战争，大家都需要囤积黄金啊。
这个时候黄金大家个人囤积的量很大，这个时候呢，流通的黄金就会减少，货币量也会减少，它就会产生什么？通货紧缩，对吧？那为了增加流动性呢，美联储就发挥的作用就是注入流动性。但是它一旦注入过多，它的钱都是印出来的，对吧？那这个时候它就注入过多的时候，它就产生了购买力下降。为什么？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是在战争时期啊，你对货币的供应量是无法做预判的，你只能猜啊，你猜也猜不准。所以为了保证流通性，你就会使劲的往里面灌水，因为你无法预测。老百姓会去兑换多少黄金藏在家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元的购买力它一下子就下降。后来慢慢的经历了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但是美国后来又迎来了一场由股票交易引起的恐慌啊，最后引起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这个过程我们今天不会展开仔细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大致的过程呢。如果要仔细的展开讲的话，我们又得老半天才能赚回来啊。我们今天主要的线条是讲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今天的关系啊，所以我们 focus 在这里啊。总之大家记住啊，美联储提供的流动性和金本位货币的有限性，它就产生了冲突啊。如果没有美联储提供的无限的购买国债的能力，那国债是不可能卖得出去的，对不对？你发行那么多国债，最后没人买怎么办？那美联储它就可以发行它的联邦储备券去购买国债啊。所以看到没有，国债一卖，那么货币池子里面它就灌水了。所以啊，美联储它不是导致灌水的终极原因啊，终极原因是美国政府发国债啊，但是美联储至少是一个辅助性的，但是依然是很关键的原因啊。没有美联储的那个无上限的联邦储备券啊，政府的国债是不那么容易被灌进去的啊。而且在这一场战争的危机当中，美联储它建立了一个银行间清算系统，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支付效率啊，为了支持战时经济的高效率的运转。那这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银行的巴别塔啦。巴别塔都是应对危机建起来的啊。而且美国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啊，它向盟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那么为了管理这些贷款，美联储它就必须要去管理外汇市场，否则的话，那债务国一调整外汇，你借出去的债，那分分钟就被汇率给吃光了嘛。这样呢，美国它就慢慢的从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开始介入了老欧洲的战争体系。它又回去了啊！当初为了信仰出走的那个群体，这次为了经济又绕回去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美国，特别是西部，他们和欧洲的联系是紧密的。他们不像是200年前的清教徒了，他们是刚刚来到美国的，还不到1代人的时间，还没有超过40年呢。而且西部是支持参与欧洲的战争。你如果不直接参与，你至少是要经济参与啊。那至于东部的资本家和银行家呢，他们也愿意参与啊，他们是用借钱的方式参与啊。因为这种支持，对欧洲战争的支持，无论是信仰上还是道德上还是从经济利益上，它都是获得民众的高度认同。那这样一来呢，美联储它就帮助美国从债务国突然之间摇身一变，变成了债权国。本来美国的主要资金来源都是欧洲的那些老钱投资者，对不对？我们前面几张 PPT 还讲到，那些投资者撤资的时候，他们还很焦虑，对吧？但是现在不担心了啊！现在美国还能借钱给英国啊，美元开始取代英镑了啊！这个时候慢慢的，他们就开启了货币反攻大陆的
道路啊，最后他们成为国际主要的储备货币之一。这个时候呢，随着一战啊，美国其实又迎来了一波新的移民。这一波移民呢，是带着思想意识形态来的啊。我们还记得刚才讲过的法兰克福议会啊，这批法兰克福议会改革思想的继承者，他们来到了这里啊。我们想想看，从1848年到这个时候，20世纪初，这个时候已经走过了将近100年，对吧？这个时候啊，当时的那批制宪改革者这个学派，他们在德国后来进入了大学，并且呢，在大学里面兴起了一个跨学科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学派。这个研究所呢，是设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他主要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啊，后来呢，他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领导那一套不管用了，对吧？他就开始转向，他就结合精神分析学和批判学理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对吧？他们集中的方向就是要解释这个现代社会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阶级不平等，看到没有？这一招是狠狠毒的。你想想看，一个社会哪有绝对的公平啊？那肯定是有底层生活的民众啊。就算全民生活水平再高，像美国那样啊，已经是世界天花板了，但是它总是还有比较差的，它总是你比较的时候，它还是有差异的呀。那只要展开比较啊，只要展开互相之间的攀比，你总能找到差的。这说明什么？说明马克思的这种阶级论或者压迫论，它一定会有它的受众，因为一定会有人认为自己是过得不如别人好的，自己的成功是被别人压制的。所以他们最擅长的理论就是2个字啊，就是批判，什么都批判啊，对传统文化也批判啊，他们也批判圣经，批判基督教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啊。这批学员在一战期间，他们流亡到美国，战后呢，有一些返回到德国，但是2战的时候被纳粹关闭了研究所啊，这些成员他又跑到美国来了。他们的思想对西方产生非常深远的、深刻的影响。在1933年的时候，这个研究所甚至还曾经迁到过日内瓦。对啊，就是今天的瑞士为什么会产生达沃斯这么一个人人都很讨厌的世界经济论坛啊？你就知道他们的根子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他们在1933年的时候啊，就已经被法兰克福学派占领了瑞士啊。它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啊，换了个马甲。撒旦想见巴别塔啊，他总是要用比较好听的名字啊，什么世界经济论坛，然后他把人给骗进去，然后就可以连锅端啊。他这个组织他是绕过了国家主权啊，趁你们大家都在睡觉，不关心政治啊，醉生梦死，忙着赚钱啊，无暇他顾的时候，悄悄的，撒旦就这样可以把事情做成啊。这个组织呢，在1934年的时候，曾经也移到过巴黎，35年移到过纽约。看到没有？这几个地方，日内瓦、巴黎、纽约，你就明白了这些地方为什么这么左，对吧？他走到哪里，他就下个蛋啊。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们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后来在1941年的时候，这些成员就开始分散到美国各个地方啊，进入各个大学。他都是用学术交流的名义，比如说重灾区就是洛杉矶啊，他们在大学里面开始研究怎么样宣传全新的马克思文化理念，并且把它和一些文化现象、大众传媒结合起来啊。他们是利用传媒来批判文化，所以他们给自己在大学里面找到了非常好的武装。这样就能理解哈佛和各个藤校为什么会这么左，对吧？那洛杉矶为什么老是有暴动，对吧？
他们这一套体系是很成熟的。最早他们先通过媒体宣传藤校啊，把藤校包装得很高大上，然后用各种政治正确，去替代那些传统的优秀的教授，然后慢慢他就可以控制藤校，然后再把藤校当成是他们的大本营，为自己培养精英。但是因为藤校的口碑已经很好了啊，所以藤校出来的精英，各个领域的人都是很乐意接受的。然后就把他们安插在社会的各个机构。这套体系就是这么完成的啊。法律界是他们的重灾区，那还有就是什么生态啊、环保啊，甚至神学啊，有些物理学、数学专业。也被这些无神论教授把持啊。现在有信仰的教授啊，在大学里面真的不太受待见呢。他们的核心理念和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打破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啊，就是法国大革命那一套啊。传统的保守主义理念，它也会改变世界啊，但是它改变世界呢，它是用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是分2步走的。首先，第一步，你是描述现实，也就是说，你要先对这个现实状况有一个客观的、精准的、仔细的、深刻的描述。你得先搞清楚问题在哪里，你才能够去解决它，对吧？然后第2步才是推出针对性的实用的理论，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是可以进行推演、进行量化的，是可以计算的，是可以建立数学模型去支持它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显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目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我要揭示社会结构中所存在的压迫，然后推动解放，这就是他们的动机。这压迫的东西呢，说实话那就是主观的感受，对不对？然后推动解放，什么样叫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叫解放？这个就没有标准，对不对？那个霍克海默在1947年，他曾经对这个有一个定义啊，他说批判理论就是他的目标是既解释社会又改变社会。看到没有？他这个话说的是非常非常模棱两可的。怎么样解释社会？就是他来解释了，对吧？然后怎么样改变社会？不知道怎么改啊，没有标准，他就是要改，就是和现在不一样就是了啊。所以反正明天会更好，改了就可以了，变更健康啊，就是这种人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改造啊，这就是阶级斗争啊。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呢，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啊。于是他们就开始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他们认为，我们20世纪资本主义是通过文化产业来维持它的统治的啊。它不是仅仅靠经济剥削啊，你们被剥削的那么开心啊，是因为资本主义控制了文化产业，给你们看电影啊，给你们听广播，来维持它的统治，来麻痹你啊。所以他们首先是批判文化产业。所以整个西方啊，美国啊，整个美国的好莱坞是首先堕落的，是首先被他们攻克的地方。他们为什么要乌泱乌泱的去洛杉矶？你就知道原因了啊。他们要批判文化产业，利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他们就分析个体心理是怎么样受到这个社会的压迫影响，如何受到这个文化传媒的影响啊。有一个叫埃里希·弗洛姆，他1941年写了一本书啊，叫《逃避自由》。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探讨了权威主义的性格。在1944年的一本书叫《启蒙辩证法》里面，他也批判了文化产业和好莱坞电影啊。他们认为只有启蒙理性才能够解放全人类啊。这个就导致了他们后来又攻进了公立学校。因为他要启蒙理性嘛，所以他们为了发展好莱坞，改变好莱坞啊，就很多人到洛杉矶去了。他们确实也做到了啊。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成功啊。
这个学派呢，我们不展开讲啊。如果展开讲，那可以单独做一集啊。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一下他们的主要著作，你就知道西方今天主要的倾向其实都是由他们的理念给塑造成的，而且还深度影响了当时的教会。为了应对这些从欧洲来的毒瘤，教会内部其实也产生了分歧。在1910年到1915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啊，叫《基要主义者》，这本书出版，它就是反对进化论和自由主义神学。但是基要主义后来受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的设计好的一场围攻，特别是1925年很有名的一场审判啊，就是很有名的叫猴子审判。它正式的名字是斯科普斯审判啊，就是关于在学校里能不能教进化论啊。这场审判导致浸信会部分教会就转向独立运动了。猴子审判这个事情，其实我很想讲的啊，但是今天不讲，我们以后找机会啊。总之，教会内部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抗争啊，教会抗争来着的，只不过人心实在太坏了，而且经济实在也太坏了啊，内外夹击，教会就出现了衰退。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的一些影响力呢，我大致列了几个在这个表上啊。有一个叫马克思·霍克海默啊，他就是写启蒙辩证法的。他是通过启蒙理性，是怎么样压迫最后走向压迫的，他是分析这个过程啊，他其实都是编的，没有任何的实证啊。还有一个叫阿多诺的啊，他其实是个音乐家啊，音乐学家。他很有意思，他写的那个极权主义的性格啊，他里面大量的去分析法西斯主义的心理，他去研究纳粹支持者的心理，但是呢，他又胡说八道啊，他觉得这些权威主义啊，就是纳粹的这些权威主义，他们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童年的经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就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那套垃圾吗？这本书其实你别看他胡说八道，他当时很有市场的，他深度影响了美国的孩童教育。从此以后，学校和家长都不敢给孩子增加任何阴影，也不敢去管教他们，否则长大了容易成为希特勒啊！这就是这波人主导的宣传。而且吧，这些人啊，他们因为二战的时候被纳粹给关闭了嘛，被逼迫了嘛，所以在二战之后啊，他们写这些书籍的目的是刻意放大了对纳粹的研究。他们主导媒体和舆论狠狠地批纳粹，因为这是当时的政治正确。但是关键是它里面是夹带私货的，他将纳粹定义为极右。因为他们声音够大嘛，对吧？他把纳粹定义为极右，那民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就真的以为纳粹是极右了。纳粹当然是很可恨的，但是他不是极右啊，他是极左啊。纳粹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啊，哪里有点右的样子，对吧？他们用这种方式掩盖的是自己的极左的本质，他们其实自己是极左啊，所以呢他们就把纳粹描绘成右的样子。所以美国的社会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这个和他们当时主导媒体是高度相关的。特别是后来的反麦卡锡运动背后也是他们的影子啊。而且他们还分析了性别压迫啊，对家庭结构也进行批判，这个就影响到7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后来批判教育体系标准化以后呢，他们就进入公立学校课程，要呼吁教育改革。这个时候公立教育学校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呀，看到没有，辛辛苦苦建好，撒旦就来篡夺孩子的指导权。还有那个赫伯特写的单向度的人，
单向度的人这本书，它是批判消费社会的，这个确实是当时自由主义倾向的一种社会现象啊。而且他后来呢，还在1960年代的时候影响了当时的学生运动。我们要知道，学生永远是最好骗的一批人，年轻的热血没有地方发泄，而且呢，对道德口号也没有丝毫的抵抗力。那这批人就很容易上大街啊，对吧？后来这些人还是反战的主力啊，反战的主力就是这些年轻的学生，再加上无知的妇女啊。而且呢，他还主张性解放和反资本主义，这个就后来为那些大政府政策做了人心的预备啊。美国后来是明显的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那还有一本书是艾里希写的啊，是《逃避自由》，它是探讨现代人因为失去自由而不得不去依赖权威。看到没有？这本书是为后来60年代的自由主义做了铺垫，因为大家都不想认为自己失去自由，大家认为自己依然拥有自由。你怎么样去证明你拥有自由啊？那就是叛逆啊，那就是放荡啊，那就是自由啊。而且他还在50年代推广过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我为什么把这些书列在这里呢？就是我想让大家建立这个时间线啊，这样呢，我们对接下来美国的思想变迁和政治经济体系的变迁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因为一切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是他的思想倾向，而思想倾向的背后又是他的神学和信仰倾向。这样呢，这个时间线就建立起来了啊。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影响到美国了，而在一战的时候呢，美联储又推行的暂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呢，它有一个滞后的显现过程。宽松货币的政策，它是必须要有经济的非常快速的增长作为一种消化机制。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货币的购买力它就要下降，它就要被灌水啊。所以经常说嘛，只有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啊。所以到战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一种滞后性的体现，就是物价依然进一步上涨，这就导致社会严重不满了。因为你物价上涨就会影响家庭的收入啊。这个时候呢，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在美国推广马克思理念了，对吧？妇女是受压迫的人啊，这个时候女权也被抬上历史舞台，女性走出去上班，这个时候她不仅有口号有道德，她甚至还有经济动力，因为一个人赚的钱家里不够用了啊，因为通货膨胀了嘛。所以通货膨胀、劳动力贬值、公立教育普及、社会家庭解体，这里面统统都是有关联性的。正因为美联储在战后它没有及时的收紧货币政策，这就引发社会非常强烈的不满。于是怎么办？于是马上紧缩，对吧？马上就开始抽水了。所以从1919年开始，它就大幅的提高了贴现率，到1920年贴现率达到7%啊，利息达到7%。它的目的就是想抑制通货膨胀，想稳定物价。结果呢？结果货币供应一旦减少，它会引起通缩啊，就是1921年的经济衰退。所以看到没有，一卡脖子就死，一放就乱了。高利率它会使经济衰退，工厂倒闭，失业率上升，农业和工业都会受到冲击。于是怎么办？赶紧放水啊！到1922年的时候，美联储开始降低利率，到24年已经降到3%了。它刺激贷款，刺激投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原因，它要放水是什么呢？就是欧洲在战后啊，很多的黄金要跑回到英国，
因为当年打仗的时候啊，这些是避险资金啊，避险资金它在战后是需要回归的。但是美国呢，想把这些资金继续的留在美国，所以他就需要保持低利率，他要吸引这些人将这个钱投资在美国。但是低利率的宽松政策呢，它就使钱留在美国，但是怎么花可由不得政府，对吧？所以这些钱虽然留在美国，但是钱进入股市，它就推高了泡沫；进入了房地产呢，它就推高了房价。这个就埋下了1929年崩盘的隐患。股市为什么会崩盘？是因为泡泡太多了哈。这泡泡哪里来的啊？钱印出来的啊，或者吸引投资来的。到1927年和28年的时候，美联储其实已经看到问题了，他们担心股市投机过热啊，或者信贷过度扩张，资产泡沫会威胁到经济的稳定，于是他又开始调高贴现利率，也开始卖出国债，减少银行体系的储备，他就转向通货紧缩的方向啊。甚至他还会向银行去进行道德劝说，劝银行什么呢？他就试图劝那些银行不要向股市投机客提供贷款，也就是说，你得去问清楚他的钱用来干什么。如果是去买股票去投资，你不要贷给他。但是你这种说教啊，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就是在这样的动荡的过程中，利用穷人的困苦，社会主义的苗就开始茁壮的成长啊！借着社会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他们自我放大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统的教会不是没有挣扎，有基要主义和进步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他们其实也很厉害啊，在教会系统还吵过一阵子啊，但是为什么后来迅速的被消失了呢？就是因为更大的、更难的事情发生了啊，这就是后来的大萧条。毕竟教育的争论，你是不能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啊，所以吃饭的问题马上就引起了更多的人的关注。传统的教会啊，比如说福音派教会，他当时确实批评社会福音偏离了个人救赎啊，把它看成是世俗化的神学。但是呢，因为基要主义往往是反对社会这样激烈的改革，他会强调末世论啊，所以他这种论调吧，就被当时处在困苦中的民众非常的厌恶。他们就把基要主义带上了一个强烈的负面的色彩，导致基要主义失去人心啊。所以看到没有，不是正统的基督教太无能啊，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太险恶。于是呢，在这一场大灾难中，人心就偏离圣经，偏离教义，偏离了他们祖先当初的誓言。1933年的这场大萧条危机，其实是非常偶然的，从1929年的一场股市崩盘引起的，但是它却像水塘里面你扔了一颗石子啊，它会激起一连串的波动和涟漪，一圈一圈的往外蔓延，最后导致经济崩溃，失业率直接飙升到 25%，工业生产下降了 50%， 银行体系濒临崩溃。到1933年初的时候，每星期有数百家银行倒闭。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挤兑风潮导致的，最后一共有大概差不多9000多家银行倒闭。这个时候国际资本疯狂的离开美国，本土的储户的挤兑也更加的剧烈啊！为了应对经济危机，黄金就成为热门的民间储备，这样就直接导致黄金储备严重短缺。你想想看嘛，外资跑一批，民间藏一批，政府这个时候货币基础它还是金本位啊，它还是黄金本位啊，
如果大量的私人持有黄金，这样就会导致政府无法有效地增加货币供应。要发行货币，就必须要有黄金。黄金从哪里来呢？大家就要开动脑筋啊。那于是呢，罗斯福在1932年11月的大选中，他以57%的普选票和472张选举人票击败了当时的总统胡佛。他是靠什么击败的？他承诺要推行新政。这场选举反映的是民众的需求，民众当时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强烈需求。看到没有？选票证明了一切。美国这个时候的人心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不要说罗斯福他是有社会主义倾向，他是推广大政府，他是一人一票选上去的，说明这个时候的人心已经偏离了传统的保守主义神学。罗斯福的上台，他就为激进的金融改革提供了政治基础。很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客，特别是当时的农业州的代表，他们都普遍认为是金本位制限制了货币供应，阻碍了经济复苏，所以他们就提出要废除金本位制。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西部的农业州的代表们，他们经济学的知识非常有限，属灵的看见更加可怜。他们看问题已经不再深刻了。我们要知道，是人为的干预导致经济的被动，和金本位没有关系的。金子没有错，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说过了，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对吧？出问题的是人心。罗斯福上台之后，他就是带着使命来的，带着满满的选票，带着民众的期望啊。他知道政客要求废除金本位制，可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那民间其实分成两派，民间反对取消金本位的人呢，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藏着很多黄金的人啊。支持的人呢，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需要政府帮助的群体。但是我们从选票上也能看到，穷人是绝对大多数。而且这个时候的福利运动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主导的，不是教会主导的，而是夹杂着社会福音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虽然基督教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两者都很关心这个社会被压迫的群体，但是19世纪末的社会福音，它主要还是由教会主导的。虽然是 liberal 的教会啊，或者是世俗化的教会，但是依然是教会主导的。但是这个时候的社会福利运动，它其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宗教意识形态在引导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体现上帝的爱，一个是单纯的反上帝呀。但是这两批思想在面对人的困境中，他们居然有了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这场运动中，其实后来基督教迅速地走向自由化、世俗化，因为他们关注的内容变了，关注人的世俗生活，而且他们这个时候的神学也已经完全的世俗化。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嘛，其实就是德国的这一场事情在这边又上演了，对吧？世俗世界成功改变了教会。就这样，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中，世俗权力不断的做大，基督教的教会不断的褪去他们基督教的外衣啊，变得和世俗的机构越来越接近。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不要说美国，在英国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改变。我们再回过头去看1931年，英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
这个时候，美国的民众为什么这么呼求？这些政客为什么呼求要放弃金本位？他们就举了个例子，哎，英国已经放弃了，对吧？那作为一个老牌帝国，英国为什么会放弃金本位制啊？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原因。它的原因当然是很多了。它是1931年放弃的，这个导火线呢是美国1929年的10月份的华尔街股灾啊。这一场崩盘是被媒体大肆报道的，结果就引发了海啸一样的影响啊，全球经济大萧条。我们要这样思考，要是没有现代媒体，这个涉及面会不会这么广？1931年的5月份，奥地利的信贷银行啊，信贷安斯塔尔特银行倒闭了。这个倒闭是当时地区性的挤兑引起的。那这个倒闭呢，它就引发了欧洲金融恐慌，然后呢又波及到英国。到6月份呢，德国的银行也出现挤兑啊，这就进一步的加剧市场的动荡。英国的黄金储备也遭受到挤兑啊，从1929年的7.5亿英镑降低到1931年8月份的3.5亿英镑，这个下降的非常非常快。储户的挤兑直接导致英格兰银行面临破产的风险。再加上他们的猪队友德国，在7月份的时候，德国和奥地利对英国的短期债务违约了，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29年到31年的时候啊，这个时间段里面，英国的出口从7.8亿英镑突然之间锐减，降到4.5亿英镑。特别是工业品啊，工业品像纺织品这些，它的需求是急剧下降。有的时候你要想啊，一件衣服穿几年，对不对？工业品它不是天天换的，不是天天需求的。但是英国是什么？英国是老牌的工业帝国啊，它的工业技术是不断在发展的，工业效率不断的提高，所以你要看到没有，工业品的需求它总有饱和的时候，但是工业技术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它永远是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对吧？这个就产生了一对矛盾啊，所以迟早有这一天啊，只是什么时候啊？而且金本位制它要求维持固定的汇率，比如说1英镑当时等于4.86美元，它这样就限制了货币贬值。你不能货币贬值，它是固定汇率啊。但是你要刺激出口的时候，你往往会使用货币贬值这个方法。那你既然货币不能贬值，产品又卖不出去，那就只能出口转内销咯。那它只要一开始内销，那么充足的货源，它就会打压国内的商品价格。你这肉只能烂在锅里呀，最后就导致商品价格直接下跌超过15%。这是什么？这个我们前面很熟悉了，讲过了，美国发生过的，这就是通货紧缩。那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货币的借款利息就会高，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啊，你想想看，欧洲全欧洲真的都是亲戚啊。亲戚的本质是什么？亲戚的本质就是你有钱了都凑上来和你一起做生意，你穷了大家都来挤兑啊。英国离欧洲比较近啊，所以他就首先尝到了欧洲的滋味啊。法国和德国那真的不是好东西啊。所以你这样就能想起来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对吧？她说世界上的一切灾难都是从欧洲大陆来的啊。下半句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从说英语的国家。这样呢，英国作为主要工业和金融强国，它的地位就受到了重创啊。银行挤兑危机首先在英国爆发，到1931年的时候，它的失业率已经升到20%，有300万人失业，特别是煤炭、钢铁和造船业。
这样呢，就引发公众对政府处理危机的这个能力的严重的质疑。当时的在任政府是工党政府啊，他们就面临巨大的压力啊，他就一定要采取激进的措施来恢复经济信心。怎么样恢复信心啊？很简单啊，政府自古以来就只有一条律啊，就是发钱啊，发钱平息民众的愤怒。当时在1931年8月份的时候，工党内部产生了一些意见上的分歧啊，有一些呢，他想要削减公共开支啊，特别是失业救济，要削减，因为大家共度时艰啊，共度艰难嘛。结果这场分歧最后导致了首相辞职。然后国王乔治五世就介入了啊，国王毕竟不管怎么说他是国家的精神领袖啊，他就出面啊，促成了当时的国家政府。他怎么促成的？他就是当时也不选举了啊，当时就由保守党、部分工党成员和自由党大家一起组成联合政府。我们要想为什么？其实重新选一下也是很正常的嘛，为什么不选了呢？跟他背后的动作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他接下去放弃金本位，放弃金本位这个锅谁都不想背啊，会影响以后政党形象的呀。因为以后大家还是要出来竞选的嘛，这个锅万一有一些不好的后续影响，这个直接会影响政党形象。于是呢，大家商量好一起背锅啊。所以这一个联合政府的成立，就反映了当时暂时的团结需求。放弃金本位，成为所有党派甚至国王，成为他们优选的，调整经济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避免进一步的政治动荡。英国作为大英帝国的核心啊，它的货币政策不仅仅影响本土啊，它还影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一些自治领啊。1931年，国际社会，比如说像法国和美国，就是因为英国贸易逆差和黄金外流施加压力啊，要求英国维持金本位制。大家不同意啊，你必须啊，因为大家有约定的嘛，你不能随便违约嘛。但是这个时候啊，英国的政客是这么想的啊，国内的政治优先于国际的存落。帝国内部它也是签过那个协约的呀，对不对？比如说1932年的渥太华协议啊，它是有明确的帝国内部的贸易保护的。那么同样都是约啊，我们整个英联邦内部的约和你们其他国家的约，我到底应该守哪一个约呢？这个时候当两个约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他们就要展开论述啊。他们认为政府是什么？政府的成立，政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和人民有约，是人民授权的机构，所以政府首先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所以守国内的约，不守国际的约，放弃金本位，我们才能更好的印钞印了钞票才能给企业贷款，给民众发钱啊，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这个社会。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守国内的约啊，撕毁了国际上的约。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美国要求废除金本位的民意这么高涨啊！大家都要求政府来干预经济，为什么？因为英国都已经这么干了呀，而且我们当时美国的情况也没有比英国好多少，对吧？到了1933年初啊，美国真的是9000多家银行破产或者暂停营业的情况下，储户的损失已经高达15亿美元。这个时候，这个15亿美元是占当时 GDP 的2%啊，这个数字可不小啊。而黄金作为货币基础，当时被私人持有的占总储备的1/3，看到没有？已经占了1/3哎。
大概约合40亿美元的样子啊，所以这块奶酪实在太大了，你不动这块奶酪实在是不行啊。而且33年2月份挤兑黄金啊，挤兑的时候，它就导致黄金储备大幅的外流，而且它流向哪里？它流向欧洲，流向比如说法国啊，它就严重威胁了美联储的流动性。那法国直接是用战舰来拉黄金的啊！法国这个国家挺有意思的。所以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银行体系的崩溃，它就迫使政府要采取非常极端的措施，它要集中黄金，要恢复信心啊！而且大萧条期间，物价指数从29年的100直接下降到33年的70，通货紧缩使债务的负担更加的重啊。农民的农产品当时价格是暴跌的，小麦从1美元直接跌到0.3美元啊，所以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偿还贷款。破产率那简直就是一塌糊涂啊，都不忍直视。经济学家就认为，增加货币供应是打破通缩的唯一出路。但是金本位呢？金本位限制了印钞的能力，所以呢，他们接下去就要想办法把黄金要从民间的手里夺回来啊。而且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是很重要的，就是贸易的逆差扩大。英国不是放弃金本位了吗？那英国一旦放弃金本位，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品大幅贬值。那既然大幅贬值了，美国就成为最大买家了，对吧？买了嘛，那当然就会导致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是什么意思？贸易逆差就是东西进来了，黄金出去了，这样就导致黄金一定是外流的。所以我们这样就能理解了川普政府为什么老是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啊，比如说关税啊，就跟他们过不去，对不对？因为长期的贸易逆差导致的不仅仅是货币的不稳定，它最终会导致国家安全。我们前面有一集讲过这里面的关联啊。所以黄金储备这个时候到33年的时候已经只降到40亿美元了。欧洲国家呢已经放弃金本位了，他们也开始同时欧洲国家开始质疑美元的稳定性。既然质疑了，它黄金就加剧外流啊，欧洲的钱都撤走了。所以罗斯福他需要通过控制国内的黄金储备来调整美元的价值，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国际收支危机，并且还要重振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出口。罗斯福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感开始他的总统任期。1933年3月4号，罗斯福就职的第2天，他就宣布全国银行休假，他关闭所有银行4天。这个目的很简单，就是防止挤兑防止黄金外流。在3月9号呢，国会就通过了1933年紧急银行法。这个法律赋予罗斯福临时的权利，调整货币政策，包括没收黄金。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国会它是以压倒性的多数支持这个结果的。我特地查了投票记录这个投票记录显示众议院是311票支持，86票反对。众议院是73票对7票，只有7票反对。这个就反映了暂时虽然不是暂时，但是他的当时的这个紧张的状况，那简直就是和暂时差不了多少所以这已经是一种政治共识。到了1933年的4月5号过了1个多月，罗斯福就发布了第6102号行政命令
禁止私人持有超过$100面值的金币、金条或者金证，收藏用途的除外啊，否则全部是非法。他要求民众在5月1号之前上交黄金，换取相同面值的美元。他只留给大家不到1个月的时间。当时兑换的价格是固定的，是每盎司20.67美元。你如果过期不上交呢，你最高可以罚款$10,000啊，或者坐10年监禁。通过这一次的法律啊，政府一共收回了43.8万盎司，约合9亿美元，占当时流通黄金的将近70%。黄金收归之后呢，美联储就通过提高黄金的估值，增加了货币基础啊。它直接就把黄金价格从每盎司的20.67直接提到35啊。那提高到35美元，这样就可以根据黄金的价格发行更多的美元，它发行更多的钞票啊，它这样就可以增加流动性。黄金储备这样一来呢，它就从33年的70亿美元一直增加到34年的120亿美元啊，收回来一批，然后再估值再抬高了一批，这样呢，银行就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货币供应量就急剧的增加啊，在33年到36年增加了15%啊。这些钱，罗斯福开始推广他的新政项目了，因为有钱了嘛，对吧？有钱以后呢，他就增加了很多联邦部门。那联邦部门是为什么设置的？为了花钱。我政府有了钱，但是我政府这个钱怎么花，支持什么产业，支持什么行业，这个是要有管理部门的嘛。于是他就增加了很多政府部门。这些政府部门，比如说什么公共工程管理局。这个局就是开始支持基础建设啊，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因为你只有基础建设，你才会刺激就业和消费啊。这就是美国接下来30年代的大基建时代。所以我们不要奇怪啊，什么靠基建拉动经济啊，这不是中国的特例啊，这是任何经济体都逃不过去的现象。日本也发生过啊。这个就是政府花钱养工人和农民啊。那么到企业搬出去之后怎么办呢？那政府还是要花钱养的啊，养的是什么呢？养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服务性人口啊，服务业人口，比如说大学呀、NGO 啊、意识形态的那些推广者呀，其实都一样啊，都是得让你有饭吃啊，目的就是用政府的钱来养人。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国债嘛，对吧？谁来还不知道嘛，对吧？这个过程他们走了70年啊，前面是用政府的钱，用基建的方式养工人啊，到后来就养闲人啊。那虽然美国的金本位终结，它还要过上一段时间啊，但是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其实就是美元和黄金开始脱钩了，这是一个开端。1934年。通过了黄金储备法，就正式确立了政府有垄断黄金的权利，它就奠定了法币基础。以前是自由货币啊，这个时候就变成法币了。我们在以前讲联邦税法的时候曾经讲过啊，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它往往会带来法律危机。在这个事情上也差不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它首先啊，它没收黄金其实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侵犯，它会引发法律挑战。当时很多人告政府啊，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最高院，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嘛，是违反宪法第5修正案啊，就是财产权的保障。有一些民众啊，比如说加利福尼亚的一个人啊，叫诺埃尔，他就提起诉讼。
告到最高院呢，法院居然5-4裁定政府的行为是合法的。这样呢，公众的不满情绪就高涨。这个不仅仅是和金矿有关啊，也不仅仅是和黄金的持有者有关，这个甚至和一些法律人士都已经产生了不满情绪。那当然了，家里有矿的人啊，家里有黄金的人当然是更加恐惧，所以有一些人啊就跑到加拿大去了啊。这样呢，带走了大批的黄金，也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因为当一个政府手可以这样伸到民众的口袋里的时候，那说实话，这个政府它的合法性已经受到了挑战。所以这种法律争论，它是一定会损害部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且它也扩大了民众互相之间的仇恨，导致民众的分裂，有钱人和穷人之间的分裂，有黄金的和没有黄金的态度它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他这样做呢，欧洲其他国家他也会质疑美元的稳定性，因为这个时候黄金的定价权是由政府说了算嘛，对吧？他们自己都直接把黄金价格从20多直接调到35了，这是什么？这是黄金对美元比例、对美金的比例调整，这个其实就是美元的贬值啊，对吧？所以这当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质疑，美元就没有严肃性了，那么它的国际贸易就会受到冲击，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暂时会动摇，一直到二战之后才重建才恢复。这个时候的英国它已经放弃金本位了啊，我们刚才说过是31年放弃的，所以呢，货币政策它没有绝对的硬性绑定，美金值多少美元，政府说了算。政府呢，它就可以随意调整来增加货币的供应。货币政策确实自由很多，也灵活很多，但是它干预的因素也同样的多啊。这个时候其实，英国的货币政策、欧洲的货币政策，它都会影响到美元的货币政策。所以它虽然摆脱了黄金数量对美金的捆绑，但是对它价值的影响因素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金本位的体制它还没有完全被消失啊，它只不过黄金的自由流动转变成政府主导的金本位制。好，接下去啊，时间就快快的来到了二战啊。二战把欧洲打成了一滩烂泥，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工业基础被摧毁，这样呢就涉及到战后重建的问题。于是在1944年的7月份，44个盟国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这个地方召开了货币金融会议。它的目的就是想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防止战后经济的崩溃。他也不想再重演1930年代的那一场贸易战啊。这个会议呢是由美国主导的，因为在战争时期，美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债权国，它的黄金储备占全球的60%。大约是200亿美元，其他国家的钱统统打光了啊！英国也一样嘛，血战嘛，对吧？所以英国后来战后债务缠身啊，它有250亿美元的外债，它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去补贴殖民地的管理成本。所以英国的殖民地在二战之后啊，英国让他们能独立的赶紧独立去啊，没有钱来补贴你们了。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本身就可以自我独立的，像印度这种，那直接就是甩包袱了，财政上不会再去投入了。这种经济状况的不对等，塑造了协议的政治框架。而且呢，美国也希望有一个自由贸易体系，
能够在盟国之间建立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原则，同时也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它的目的呢，还是要应对苏联呢。美国的经济，他想推崇的是美元体系，但是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是想建立国际清算联盟啊，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体系，但是最终还是采用了美国的建议啊。说明什么？说明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最终的话语权。那黄金是怎么回到美国这里的呢？那这里还要再追溯一下，往前走一下啊，看到二战之前欧洲和世界贸易的格局。货币体系其实在二战之前它就已经面临崩溃了。1931年，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就打开了货币贬值的通道。于是呢，在30年代，各个国家都实行货币贬值。那货币贬值，它就可以促进贸易啊，它就可以促进出口啊。毕竟大家都工业革命了嘛，产品太多，消费不够。那自古只有卖产品的变富，从来没有买变富的，对吧？于是呢，各个国家就一边贬值自己的货币，方便出口，一方面呢，还对国外的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样呢，就导致全球贸易萎缩，将近70%。那这个贸易萎缩当然也会影响到美国。我们前面分析过了啊，战时经济严重依赖各个国家的货币管制，汇率非常混乱，因为打仗了嘛，对吧？谁还来管汇率啊？这样呢，就阻碍了战后的贸易恢复，所以他们就急切的需要一个统一的框架。问题是，这个框架应该走凯恩斯主义呢，还是走美元主导的体系呢？所以这个就要看实力了。战后美国的 GDP 占全球的50%以上，工业产出占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全球的2/3。那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像法国和德国，那经济几乎是属于瘫痪状态。英国失去印度这些殖民地啊，它肯定也是实力也是大大的不够，它还有很多债务，所以美元自然而然它就成为最稳定的货币基础。而且战后重建它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像欧洲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荷兰，它就非常需要进口美国的商品，比如说美国的粮食还有机械。而美国的企业也刚好啊，一拍即合，它也需要寻求海外市场，比如说通用汽车，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稳定的汇率和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它就成为经济复苏的关键。这样呢，也促使各个国家愿意啊，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他们也乐意接受美元作为一种中心的货币体系。所以各个国家在这个时候，他接受美元，他不是被迫的，他们都是自愿的。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背景。说实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际效果还是挺好的啊。只有美国有黄金，于是呢，美元就和黄金挂钩，固定汇率呢是每盎司35美元。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并且呢，它会允许有1%的波动范围，也就是说，你不能再随便贬值了。从1946年开始，各个成员国承诺他们要维持汇率的稳定，美元呢就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取代了英镑曾经的主导地位。并且他们还按照美联储的模式，他们搞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 IMF， 还有呢就是世界银行啊。所以这个协议创立了 IMF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初始资本是88亿美元。它设立这个目的是向各个国家提供短期的贷款。这个短期贷款是专门用来稳定汇率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它的货币流出现问题以后，会影响它的汇率啊，所以这个就提供贷款来稳定汇率。稳定汇率它其实就是建立国际秩序的一种方式啊。那世界银行干什么的呢？世界银行是负责长期贷款，是专门用来战后重建的。比如说，资助欧洲的那个马歇尔计划啊，到1950年的时候 ，IMF 已经向15个国家提供了大约10亿美元的援助，这样呢就提供了相对稳定的货币基础啊，固定汇率和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啊，这是2大条件，这样就促进了国际贸易啊，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时代就开始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时候就是美国带着大家一起赚钱了。所以后来45年到50年之间，全球贸易额就急剧增长啊，从100亿直接涨到150亿啊，上涨了50%。美国的出口，像钢铁和汽车的出口量也很大。欧洲国家呢，也可以进口一些国家重建需要的物资，这样就奠定了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就拼命的出口产品啊，换取大量的黄金啊。结果呢，好日子过了没有多少年啊，美国这个老大哥碰到了新问题。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它需要维持充足的黄金储备，因为它要随时可以兑现承诺啊。那如果黄金储备不充足，那怎么办？那就很危险了。但是你如果要维持黄金储备的充足，你必须怎么做？你必须贸易是顺差。但是从50年代起，美国的国际收支就开始倒转了，就开始逆差了。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一方面美国人民有钱了啊，开始买了。再加上美国又介入了一些战争，比如说越南战争啊，导致开支的增大。越南战争啊，背后它有非常深刻的神学上的一些错误啊。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些神学上的事情啊。我们先来看它的现象啊。这个时候它的黄金是急剧的外流，到了1971年，黄金储备已经从200亿美元降到了100亿，这个就引发了兑换压力，美元体系它就增加了不稳定性。从长期来看，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在长期内好像已经不太可持续了。特别是这个时候猪队友又冒出来了啊！到1960年代的时候，法国这些欧洲国家就要求兑换黄金，这就加大了压力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法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要奇怪啊，法国是最奇葩的国家，它专业拆台100年啊，谁对它好，它就砸谁的锅啊。所以到了1971年，就终于发生了著名的尼克松震惊啊，尼克松 shock 啊，它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兑换，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浮动汇率时代这个时候开始了，全球货币市场开始急剧的波动。那么好端端的国际贸易形势，法国为什么突然之间要求兑换黄金呢？来挤兑呢？这个事情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法国永远是出幺蛾子的地方啊！从1960年代开始，法国日子有点好了，对吧？二战之后20多年过去了，法国总统戴高乐上台以后，他就推行一个光荣法国的政策，这个简直就是国家主义，对吧？他想恢复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他也要恢复法国的经济独立。
戴高乐对美国在战后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他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这样的话呢，美元霸权损害了欧洲利益。毕竟20多年过去了啊，经济发展让法国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啊，美国对他们的帮助完全不记得了。法国是一个民族主义非常高涨的地方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这就是他们的光荣传统。我们前面讲过流动性对企业的重要性，同样啊，作为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没有流动性它就要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就是在2战之后快要破产的那些欧洲国家，美国向他们注入了流动性，也就是说是债主美国没有让你们马上结算债务，等你们赚钱之后再来还啊，用什么还呢？就是用经济贸易的方式来还啊。但是在冷战时期，法国就非常不满意美国居然主导北约啊，他们认为这是欧洲的事情，应该法国说了算了。所以呢，他主张每一个国家都要回归独立的金本位制，要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这样呢，他就被要求要能够兑换黄金啊，兑换黄金它就是一种政治工具啊，它就可以要挟美国啊，用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来推动欧洲货币的主权啊。比如说它有这个雏形，就是想推欧洲货币体系啊，就是后来的欧元。所以法国一直是建巴别塔的高手啊，他走着走着就会往那里歪过去。这个和他们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啊。那法国一旦行动起来了，他就会去联合其他的欧洲国家，那周围有一些小弟的嘛，那当然了，像德国和意大利，甚至后来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跟过来了啊。他们试图联合起来，集体行动去给美国施压啊。到1960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改革啊，在这场改革的讨论当中，法国就开始趁机推动这一项运动，专业给美国拆台。所以法国损人不利己是他们的强项啊。在农夫与蛇这个故事中，法国永远是那条蛇，他完全忘记了他们这个国家能够在2战之后被重建，靠的就是美国人的帮助。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人啊，他已经不是一代人了，忒修斯船效应已经开始发挥效力了。他们只能从现在自己所处的立场来讨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什么约不约的，什么你当年对我怎么好，什么感恩不感恩，这些都不存在的啊！这就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的人考虑的问题。况且他们也认为，当初帮助法国的美国人估计也死光了，对吧？新美国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看到没有，想违约的人啊，他总是有无数的理由可以为自己找到借口的。这个时候呢，美国的情况确实也已经不太像2战之后那么辉煌了。在1960年代，我们知道随着社会福音运动起来的，还有20世纪的民权运动，还有解放神学，这个都是和从欧洲过来的那一波思想意识形态有关联的。社会福音它有2大走向，一条呢是向内呢，它是搞福利运动，对吧？它给大家发福利啊，保障你们的什么各种各样的养老金、失业金啊，各种各样的医疗。还有一条呢是向外走的，向外走呢，它就是要负担起全世界的福利啊，不能让别人贫穷，不能让别人受压迫啊，不能让别人生活在独裁压制之下，要解放全人类啊，这就催生了后来的解放神学。有一个词形容这种概念，叫做白人的负担，好像白人天然的有解放别人的使命。
这些理念渗透进教会，倡导社会服务啊，所以现在的很多慈善机构和社区项目都是这么产生的。到60年代的马丁·路德·金，他的非暴力抗争其实也是深受启发。我们曾经讲过非暴力抗争啊，非暴力抗争它其实也是不守法的一种啊，没有顺服在上帝设立的权柄之下啊。我记得我们在讲那个不法分子那一集里讲过啊。那关于解放神学呢，就更加有点在神学上更加就不对了，对吧？因为一个国家它的秩序是它长期演变的结果，你外加一个制度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民情秩序的。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人的罪性不解决，所有的制度都是白搭。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为什么会走解放神学的道路呢？就说明他们的神学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呢，就导致美国因为参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会给他们带来巨额的军费开支。比如说越南战争啊，越南战争的军费啊，直接导致那个时候的军费直接从500亿增加到800亿美元，这个就成为美国人民头上非常惨重的负担。而且二战之后，美国还承担了国家秩序的监督啊，说国际上的一些秩序他都要去管，所以他就有大量的海外驻军，而且他也协调和参与战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在国内呢，他们也很厉害，他搞了一个叫伟大社会这么一个计划，那其实就是搞社会福利啊。所以可见美国的神学这个时候出现大踏步的倒退啊，甚至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嬉皮士、性解放、拆散家庭啊、不婚不育啊、守独身、同性恋都是这个时候开始冒出来的。这个时候坚定的改革中是少而又少的，北方的信徒统统跟从了亚米念啊，南方的信徒呢放弃了下一代啊。结果呢，不到100年，社会就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这一项伟大社会的计划，它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支出。那你想想看，哪一个社会经得出这样的内外叠加的困境？这就导致了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储备就直接下降啊，下降得很厉害。这样呢，你就会引发国际上对美元信心的质疑，你到底还有没有足够的黄金来维持你的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但是美国这个时候它有美联储了呀，它可以通过国债系统间接的输入流动性，这样呢，它就导致美元的供应超过了黄金储备能够支撑的能力。我们刚才讲过了，它2条线嘛，对吧？美元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储备，但是美联储它发行的那个券那可是无限制可以发的，对不对？这样的话，它就导致这两边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呢，它就会导致美元的贬值啊。所以196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 1.5 直接飙到 5% 啊。它就削弱了美元的内在价值。那当然别人也不傻的，对吧？看你这么干，那法国就很紧张，法国就要求兑换黄金。所以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就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元的恐慌。在1960年代中期，伦敦的黄金市场交易非常活跃，黄金上涨得很厉害。那黄金一旦上涨，它就引来了投机者，比如说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就大量的购买黄金。既然他们大量的购买黄金，它就会推高黄金的市场价格，从35推到40美元一盎司。那么黄金的价格一旦推高，说明什么？说明美元贬值啊，对吧？美元是绑定黄金的嘛，那么美元就更加贬值了，这样它就会引发连锁反应。1967年11月，英镑也宣布贬值，这就进一步引发市场恐慌。
那法国这些国家，它就要加速的去兑换美元，对吧？它要把美元兑成黄金嘛，它这样才可以保护自身储备，否则的话，那钱就越来越少了啊。所以65年到68年这3年里面，法国兑换了大约25亿美元的黄金，占美国黄金储备的10%。这样呢，就进一步加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啊，最终导致了1991年尼克松上台之后啊，尼克松的震惊啊和他的整个体系的崩溃。这就是尼克松政府上台的背景。1971年的8月份，美元汇率因为投机性攻击大幅的波动，外汇市场每一天的交易量激增到50亿美元。1971年的8月13号，法国派战舰运走了黄金，而且英国也要求兑换。这个市场呢，恐慌到一定的程度啊，它就推高了黄金的需求。为了应对这种美元危机，怕国际挤兑引发美国的危机啊，所以2天之后，1971年的8月15号，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他就直接宣布新经济政策，暂停美元和黄金的直接兑换。它其实就是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机制。我们要这样想，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这个其实就是罗斯福将黄金收归国有这个政策的国际放大版，对不对？其实啊，任何一个经济体，你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还是一个地球也好，或者是某一个联盟也好，只要是罪人的世界，他就一定逃不过这样的命运。我们在讲联邦的时候也讲过，对吧？美国联邦的问题，其实在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在各个州的层面就已经经历过一次了。联邦成立联邦，貌似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它没有解决，它只不过将这个问题接过去啊，它用解决问题的方式将问题再一次放大到联邦的层面，迟早有一天它也要爆雷的嘛。它其实就是重新再来一次啊，它只能延缓问题，它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就像是运动的轨迹啊，就是势能和动能之间它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个球马上就要落下去了，你说不行啊，我得拖着呢，我借着其他的力量把它越拖越高，越安全。其实并没有，它只是在积蓄它的势能，最后下跌的时候它会更狠。接下去的事情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自从解除了美元和黄金的绑定，法币系统开始自我运行。这个时候，国债也有了。美联储购买国债注入流动性的限制，它是没有上限的。我们以前讲过了，对吧？我们刚才讲了，国债是什么？国债是纸哎。然后联邦就是美联储，它用来购买国债的联邦储备券是什么？还是纸哎，对吧？那么纸上加纸，这样的模式，通货膨胀你还刹得住车吗？刹不住了呀。所以每当危机来临，美联储和国债系统就双双发力啊，最后导致通货膨胀是不可能被抑制的。民众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它，已经没有刹车了啊！而且民众这个时候啊，他也像饮鸩止渴一样，不得不跟从，因为你已经上了这一条战船。那政府还是要想办法，让那个印钞的这个结果不要在民生的日用品上体现出来啊，他还是要控制一下，否则会影响选票嘛。那他怎么办调整呢？他怎么样去把这个印出来的钞票再收回去啊？他就很聪明了啊，他就会用土地政策来调整资金池，把房产和股市当成通货膨胀的刹车片使用。
印出来的钞票呢，它可以用这2大蓄水池把它固定下来，这样股票和房价就会成为投资的必需品。而且那个时候福利主义催生出来的各种各样的退休基金，那些退休基金可都是长期资金啊，长期资金它放着就贬值啊，所以它这些钱就一定要用来投资。那怎么样抗通胀啊？股市和房价，对吧？所以看到没有，这些钱它又进一步的推高了股市。然后股市一旦推高呢，它又会吸引民间的剩余资金一起加入啊，这样呢，它就会一起消化民间多余的资本啊，它又进一步吸收流动性。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是房产的最大买家，也是股市的最大的庄家。你会发现现在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越来越多的房产啊，特别是大楼公寓啊，它的房东基本上已经不是个人了，很多都是公司啊，它其实背后就是这些基金啊。基金穿透性调查以后，你会发现基金其实就是每个人交的养老金啊，所以上吊绳啊，上吊绳全是自己套上去的啊。而且这样呢，房产和股市会成为避免通货膨胀的一个避险的地方。但是就苦了小老百姓啊，那些没有房产的，或者说没有剩余资金的啊，就每天靠工资度日的，对于他们来说就比较惨。特别是生活在80年代之后的人啊，他们的生活收入是追不上房价的。婴儿潮这一代稍微好一些，因为婴儿潮他是在2战以后出生的那些人，这些人买房子的时候，房子还不是特别贵啊。到年龄大了以后，房子一卖，个个都是百万富翁啊，买个跑车，潇洒走一回。他们是最幸运的一代，他们是出生在金本位的时代，成长在美元很值钱的时代。最后呢，他们用抗通胀的房产实现了资产保值，最后推高了房价，祸害了下一代。这个世界其实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啊！这个政策，这个货币政策是不可逆的，因为制约政府的信仰力量已经不再有属灵的能力了。他们偏离了真道，他们帮助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和福利政策，甚至国际政策，最后将国家的制造业都拱手让人。在福利社会上走得最远的是德国，紧跟在其后的是法国，后来跟着跑过去的是英国，最后呢，随着这股思想潮流和移民潮流，祸害到美国。福利主义就是明晃晃的违反圣经的第10诫。保罗说得很清楚啊，不做工就不给你吃饭。保罗这个话他还是对着教会里面的人说的，连教会内部你都不能助长这种福利主义，更何况你作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作为政府呢，对不对？那可见那个时候在政府里工作的人，他已经没有常识，也没有圣经的根基。福利主义会放大人性的懒惰和骄傲，放大人心的欲望和自我。他们在高举人权的同时，摧毁了人权。最后你都靠政府的福利吃饭了，你还有什么权利嘛？对吧？而且当房产价格挤压了你所有的生存空间，到这个时候政府要你打疫苗，你就不得不打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自由嘛？对不对？有几个人能够逃脱啊？接下去的危机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08年的危机，2020的危机啊，没有危机他们也要制造危机啊，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说了。我们今天的故事从移民开始，到影响神学，到影响经济，
影响政治，一直影响到你今天的钱袋子。从这一张图表的最下方这一排，我们可以看到，在1913年社会福音运动兴起的初期，美元的购买力是 26.14 美元。按照2020年的价格算呢，现在的1美元，当时的购买力是 26.14 美元。它就反映了金本位体制下的经济的稳定性。但是你想想看，到今天的1美元，它下降了多少？这个比例啊，它还是在房价和股价两个蓄水池的情况下的通胀率。如果没有房价和股价这个蓄水池，这个通胀率不知道是多少。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孤立的，圣经说了万事相互效力，我们完全不需要试图去解决其中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每一代人都裹挟在其中，每一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是用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去参与宏观经济的运动，每个人只能竭尽全力的去喂饱自己，去喂饱百姓，喂饱家庭，喂饱自己的欲望和野心。这就是这个罪人世界的悲哀，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前面讲过智能守恒方程，对吧？智能守恒方程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它都是适用的，它是普世的。任何的自救它都是拉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啊！我们看明白这一点，我们不是想让大家感到绝望，而是要感受到上帝设置的智慧。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圣经，你经常会想，为什么耶稣基督大有能力，但是他却没有颠覆罗马的统治？保罗也没有在圣经里要消除奴隶制，对不对？耶稣基督也没有消除奴隶制啊。可见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它只是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过程中的一个手段，它都不是终极的拯救方式，也不是我们的神所关注的内容。我们的主关注的是我们灵魂的得救和我们灵魂真正的归属。这些政治和经济它只是过程，终极的拯救就在神设立的耶稣基督里，在他的十字架上。人类社会它永远是动荡的，它都是捉襟见肘的，都是8个瓶子只有7个盖子，它永远不可能平衡的。这种动荡会一直持续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总结了一下这将近200年的过程，我们集中的从货币的政策上看，我们从硬通货的金子银子开始，慢慢的我们看到政府介入了，开始把白银给收购了，然后通过宣传和实际的操作，利用人心里面的利益考量啊，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心态，其实实际上它降低了白银的流通价值，它就使货币的流通属性更加集中在黄金上。然后呢，为了应对经济动荡引起的黄金挤兑问题，就利用政府的手段把民间的黄金收为国有。这是什么？这是为法币提供了前提的预备，对吧？法币是什么？法币就是单一货币啊，就是黄金啊，就是纸币啊，它只不过是货币的形式在不停的变换而已，它实质上它是法币啊。所以当黄金成为单一货币的时候，法币的影子就已经出现了。然后呢，集中就好办，对吧？它就绑定黄金，发行纸币。那么税收不够用怎么办？发行国债。那国债没有黄金绑定怎么办？用那个美联储的联邦储备券。那美联储发行储备券，它就可以向联邦银行提供一定的流动性。
因为它可以促进联邦银行向更多的企业贷款，所以它这些贷款提供的那些贷款是非货币性的，是资产性的，是实质的。但是这些可以硬性兑换的联邦储备券，它可以以货币的形式合法的进入到池子里，可以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经济问题。但是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啊，因为它这样的话，它其实是货币双轨制了。这样呢，它就有一个问题会产生，就是你可以灌水，但是你这个灌水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是什么？这个上限就是流通领域的货币总量。也就是说，纸币只有那么多，你纸币不能随便印啊，因为那个时候纸币它还是按照黄金储备来印的。那你放出去的贷款，如果它在资产里，也就是说它在固定资产里，或者说在一些长期股票里，那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堰塞湖一样啊，全部存在那里，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不影响流通领域的货币，流动性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他们开始挤兑了，哪怕是民间挤兑或者外国挤兑，或者是大的资产公司挤兑，那么和黄金绑定的纸币它就不够用。我们看到没有？这样呢，美联储解决问题的上限它就暴露出来了。特别是美国通过二战以后啊，它把全世界的货币流动都纳入到美元的体系里面，这样呢，就影响美元的因素就更加多了，更加不确定了。那今天法国来挤兑，对吧？明天英国自己碰到问题了，他也来挤兑。也就是说，美国成功的通过美元体系、美元系统，把全世界的经济问题、把全世界的经济不确定性都背在了自己的身上。他能够背多久呢？对吧？于是我们就看到接下去到某一天，他一定会必须解除黄金和货币的绑定。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个过程，上帝让我们看到，从铸币法案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花了100年时间。你如果从美联储成立开始算，那差不多60年。这就是世界上号称最好的制度，在解决人类经济困局中，它已经是最佳表现。那你听下来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我们现在的社会啊，它有空调，有汽车，有飞机，有航天技术，这一切它只是给人一个进步的假象。事实上，从货币的购买力上看，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困苦，越来越迷茫，也越来越不思想救赎。因为随着现代化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象征救赎的概念已经没有了，象征救赎的概念都随着现代化一一消失了。通过公立教育，从我们的下一代的头脑中一点一点被抹去。那随着封建制度的消失，国王的概念没有了，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万王之王的身份根本没有概念，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是罪的奴隶，但是现在奴隶制的概念没有了，对吧？奴隶的概念没有了，奴隶而且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我们身边已经看不到被描述成奴隶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敢说，对吧？哪怕你是罪的奴隶，哪怕你是房子的奴隶，你是工作的奴隶，但是他们都不以奴隶来称呼你，他们抹去了你对奴隶的概念，让大家都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地狱的概念了，对吧？人人死后都自动上天堂了，大家都告诉你一个美丽的谎言，明天会更好。末世的概念没有了，看到没有？罪的概念、地狱的概念都没有了，因为法律它也不再强调道德上的堕落，
吸毒是什么？吸毒本身是道德上的堕落，但是他通过法律告诉你，吸毒是自由的，吸毒是你的自由，吸毒不再成为违法，滥交也是你的自由。这样我们看到没有？通过法律的扭曲，把堕落成为自由的代名词，所以我们对真正的自由的概念也没有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末世世界啊！所以我说了那么多，花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我唯一想表达的就是这个罪恶世界是无解的。不管是世俗世界，不管是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一句话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总结。所以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上帝的话，在他的话语里面穷尽思考，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去敬拜，去实践，去相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这样呢，我们就放胆无惧，不管结果怎么样，不管对还是不对，哪怕我错了，圣灵允许我犯错，圣灵一定有他的美意，因为他要去成就他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想法。至于我呢，自始至终我都是他的选民，从亘古到永远，我在基督里被预定，在永恒中被救赎。这就是我们的历史观。最后啊，我们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理实验啊，这个视频很有名，叫单摆波啊。这个装置最初的发明人是一个大名鼎鼎的马赫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觉得你们肯定听说过，因为实在名气太大了，就是那个逻辑实证主义的鼻祖啊，研究超音速的那个马赫，所以这个机器呢又被称为马赫的波机器啊。马赫这个人很牛的，这么牛的人，他14岁之前他是在家教育的，这样你就知道公立教育有多毁人了。大家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呢，这些单摆的长度，它经过了巧妙的设置，有一些球啊，球的摆长不一样，最长的单摆1分钟可以震动51次啊，最短的呢1分钟震动65次。其余的单摆呢，都是在1分钟的在那1分钟内啊，它是震动都是整数次啊。这组球一共有15个单摆啊。你看一下这个周期大约是60秒啊，60秒之后，一切开始恢复原状，再跳一次啊。我们注意到这个由单摆组成的系统啊，它的波动很有意思。它是先是行波啊，然后是驻波，然后最后是杂乱运动，它会经历3个阶段。到30秒的时候，本来很杂乱的运动，突然之间，又开始优雅起来了啊！再一次按照行波的方式来行走。最后呢，这2张图呢，有一张是它的投影图啊。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个图呢？那这个图确实很有意思啊。它有3个波形阶段，这3个波形阶段其实非常有意义。关于波的性质，我们不展开讲啊。我们大致知道，行波是一种简谐波啊。所有的波它都传递能量。行波呢是整个波形在往一个方向上前进的。驻波呢，驻波不是啊，驻波的它的波形啊是不会向前行进，它是由沿相反方向行进的周期波叠加形成的，所以它是属于一种干涉波，互相之间干涉的那个干涉啊。
因为它的能量啊是以动能和势能的形式交换存储的，所以它的能量传播不出去的。波形仅仅是在平衡位置进行周期性的振动。这个呢，就特别像人类社会的历史啊。比如说有一个阶段遇到大灾难了，遇到大危机了，于是呢，大家妥协啊，达成共识，团结起来，一起向前走。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行波啊，大家往一个方向走。但是走着走着呢，你要知道，你就算往前走，你也是蛇行的。为什么？因为你带着天然的罪性嘛，所以行波它是一种蛇行波啊。然后呢，因为罪的影响，社会形态就开始出现助波。助波就是什么？助波就是两股或者几股对立的势力开始互相干涉了，队形开始改变了，开始出现分裂了。然后接着呢，接着就各种各样的欲望都借机出动，各自表达，最后慢慢的，一下子接下去社会就会出现杂乱运动，就法国大革命了啊！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的势力更大或者更有力。这个时候，社会往往会出现权力真空，你的能量都是内耗的啊。但是你再看下去就很好玩，过了30秒，很神奇的就是当巨大的灾难再来临的时候，这个波它又开始走行波了，对吧？社会接下去它又会产生行波的状态，它又开始达成共识，又开始往一个方向走。看到没有？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这就是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内容，我不是想让大家试图去理解里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经济的术语，每一个经济的机构它的运行原则，这些都不重要。我讲这些的，我也没有把它们讲得很细啊，这些都不重要。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像这个视频里面的每一个球，表面上看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在按照某一种特定的规律运行的，我们都是按照自己内心的欲望驱动去做事情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个世界也没有真正的无序。看起来好像乱糟糟的世界没有秩序，其实内在都是有规律的，都是有序的。我们看不到秩序，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而且看似杂乱的背后，有我们上帝全能的手在护理。没有一件事情最终是真正的无序，不是的，没有一件事情在上帝的手之外，它都是阶段性的，它都会走向阶段性的有序，然后呢，再走向阶段性的杂乱。这一切都是过程，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神在拣选他的选民，在陶造他的选民，在炼净他的选民。That's it， 这就是我们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他是为了耶稣基督造的，是为了耶稣基督要将我们赐给耶稣基督，要最终在基督里完成我们的救赎。这才是整个世界真正的目的。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着基督造的，所以他通过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的整个过程，所有的历史事件，他都是在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牢牢地相信他的话，紧紧地跟随他的话，预备我们迎接新天新地。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这一点，看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序的。我们有的时候和人一打交道就觉得特别绝望，因为好像我们说什么别人都不听啊。我们一看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我们也很失望，觉得这个世界太乱糟糟啊。但是我们通过梳理这一场大历史，
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序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序的，是人的罪在败坏这些秩序，但是上帝依然在护理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有最高的主权。所以不要看这个世界乱糟糟，世界的最后啊，它是要被上帝恢复秩序的。新天新地绝对是神定秩序。哪怕现在我们身处的世界看起来依然是被罪影响的杂乱的世界，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单摆波这个实验，我们就能够知道了，其实在这些杂乱中，它依然有某一种内在的规律，而且还是上帝在主宰规律。这些规律本来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无论你看起来多么杂乱，无论属灵的世界和属世的世界，从政治上，从经济上，你会看到乱糟糟，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最终这个世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运行。在这个波动规律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那个镜头，就是从上往下看俯视的这个投射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一个 DNA 双链结构，而且我们刚才讲过了，双链结构它是驻波，驻波它是不向前走的，它是无法传递能量的，它只不过是在原位摆动，而且它是两种不同方向的波互相对摆啊，它每一个波它都是势能和动能依次转换，所以它不向外传递能量，它纯粹就是内耗。这个情况大家熟悉吗？这个情况不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内心吗？我们得救的信徒，被神称义的信徒，我们依然是这样的状态。这就是保罗说的，我心里有两个律在交战。但是世人也一样，世人他追随罪的律，但是他的心中有上帝放在里面的道德律，只不过他用罪人的理性压制这种征战。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被上帝激活了，我们被圣灵带领下，我们激活了这种向善的律啊，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在圣灵的保守下和自己的罪征战。所以看到没有，上帝把一切的奥秘都写在这个自然界里，写在他的创造里，这一切都是指向这个世界的真相。没有上帝，人类只能原地踏步，只能自我挣扎，人类靠自己是无法拯救的。所以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上帝的话，因为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不能废去。神的话体现在一切的物质规律里，哪怕是这么15个小球晃来晃去，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在体现上帝的旨意。上帝通过这一切，通过自然界，总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信息。而上帝的话语，神的道，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他这里有活水，有生命，有真理，有救赎。就像箴言说的，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闭门耶和华的恩惠。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他。